茶杯轻轻落在托盘上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杰拉德公爵坐在圆桌旁问道：“在公爵府的生活怎么样？”马林坐在对面回应道：“我过得很舒服，感谢您多方面的关照。”杰拉德公爵继续问道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喜欢住在这里？”马林端起茶杯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：“是的，我非常喜欢。这里有温暖的床铺、丰盛的食物，甚至还有多到溢出来的薪水。”马林在心中感叹：“公爵府简直是最棒的地方。”杰拉德公爵微微勾起嘴角，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他修长的手指抵住下巴，继续说道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里，那就和我结婚吧。”马林猛地睁大眼睛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甚至怀疑自己产生了幻听。他支支吾吾地开口：“我刚才没听清楚，您能再说一遍吗？”杰拉德公爵靠在椅背上反问：“你的听力出问题了吗？”“我说和我结婚。”马林慌乱地站起身，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说道：“看来我的听力真的出了问题，我应该去看看医生。”杰拉德公爵发出命令：“坐下。”马林瞬间坐回原位，他挺直脊背，双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。是的，他看着坐在对面神情自若的男子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要和一个仅仅是助手身份的平民订婚吗？还是说他又是在捉弄我？马林干笑了几声，摆着手说道：“您今天比平时更爱开玩笑呢。”他试图转移话题：“今天您想听哪份报告的内容？”杰拉德公爵开口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马林：“施温茨小姐。”马林的呼吸一滞，整个人僵在座位上。杰拉德公爵微微低头，嘴角带着一丝莫测的笑意：“你隐瞒了贵族的身份，进入公爵府，难道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吗？”马林惊恐地瞪大双眼，他急忙用双手捂住嘴巴，试图掩盖事态，但身体还是因为紧张而不断的打嗝。杰拉德公爵交叠着双腿坐在对面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你真的以为能这么轻易地欺骗我吗？”马林死死捂住嘴巴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我以为已经完美的瞒过了所有人，结果竟然没有吗？这下彻底完蛋了。时间倒回到不久之前，阳光洒在林间的小屋上，鸟鸣声清脆悦耳。马林推开房门，快步走到床边。“妈妈。”他端着托盘走近，轻声问道：“你醒了吗？”母亲回过头：“睡得好吗，马林？”马林急忙跑过去：“今天早上有甜甜的药果和美味的汤，快尝尝吧。”母亲轻声回应道：“我等会儿再吃，你先去吃吧。”马林有些担忧地说道：“你每天都这么说，却根本不吃东西，你至少得吃一点才能有体力啊。”母亲避开马林的视线：“我只是因为没睡好，所以没什么胃口，不用担心我，快去吃你的饭吧。”马林看着虚弱的母亲，神情变得愈发凝重。“如果你一直这样不吃不喝，要怎么熬过这个冬天呢？”他提议道：“今晚我给你读你最喜欢的书好吗？你以前说过，听着我的声音能睡得更好。”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，温柔地问道：“真的可以吗？只要女儿读书给我听，我的心就会感到安宁，睡眠也会变好。”马林立刻点头：“当然了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”沉重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屋内的宁静。马林放下手中的碗，警觉地看向门口。他快步走向房门：“妈妈，我去看看是谁来了。我把汤留在这里，请一定要喝掉。”房东乔诺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令人不适的笑意。马林看着他，语气冷淡地打招呼：“你好，乔诺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乔诺挺着肚子：“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之间难道非得有事才能见面吗？真是太伤人心了。”马林并不想与他多纠缠，如果您没什么要交代的，那我就进去了。乔诺猛地伸手挡住门板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他凑近马林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从这个月起，房租涨到原来的3倍。”马林震惊地瞪大双眼：“什么？为什么突然涨这么多？”乔诺理所当然地摊开手：“我只是因为看你们可怜，才一直没涨，别人的房租早就涨上去了。”马林焦急地辩解：“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？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”乔诺看着陷入困境的马林，嘴角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。他伸出肥厚的手掌，语气轻浮地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的话，还有另一个办法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”马林猛地发力，将沉重的木门狠狠甩上。乔诺猝不及防，重重撞在门上。他疯狂地捶打着房门：“快开门！你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吗？你这个干瘪的老扫帚！下次我再来的时候，要是见不到钱，你们母女俩就立刻给我滚出去！”马林背靠着门板，听着门外渐渐远去的咒骂声。冬天就要到了，我不能让生病的妈妈和我一起被赶出去。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里屋。我需要钱，看来只能动用那个了。他来到梳妆台前，缓缓打开了最底层的抽屉。他紧握着那张泛黄的纸页，上面赫然写着西方的轻渺不明。在这个帝国里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。我曾读过无数关于北方公爵的小说，当初仅仅是因为设定新鲜，才随手翻开了这本关于西方公爵的书。谁能想到，我竟然转生到了这本小说的世界里，并一直生活至今，这太荒谬了。那场马车事故后，我昏迷了1个多月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才意识到自己身处小说之中。我是怎么发现的？是因为我是主角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那个男人。这本小说的男主角就在这里。西方的青鸟不明剧情其实很简单，男主角在遭受怪物的袭击后，双目失明，身体也变得极度虚弱。直到他遇见了女主角，一位精通草药学的奇才，在他的悉心照料下，公爵最终恢复了视力。在浪漫奇幻小说的结局里，男女主角最终坠入爱河，而我只是一个连异形描写都没有的临时演员，仅仅是这宏大背景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。如果就这样生活下去，我大概只会成为听闻公爵幸福结局的千万路人之一。但是现实却不容许我继续沉默，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生前隐藏的巨额债务。我甚至还没来得及为转生这件事感到困惑，家族便已彻底崩溃，沉重的经济负担如大山般压了下来。
马林双手撑在梳妆台上，我需要钱。施温此子绝家曾经也是个富裕的家庭，然而在那场惨烈的马车事故后，父亲和哥哥永远的离开了我。我变卖了所有家产，最后剩下的只有这张父亲留下的梳妆台。家道中落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参加社交界的初次舞会，我就失去了子爵千金的身份。我曾试图无视小说的剧情，仅仅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，但现在我已经到了极限。凭借我前世积累的技能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知道的情报，马林站在镜子前，神情坚毅。是时候动用我手中的武器了。马林坐在华丽的宅邸内，双手紧紧攥着裙摆。奥利弗里昂坐在对面，打破了沉默。马林小姐。马林挺直脊背，显得有些拘谨。奥利弗里昂拿着面试文件，目光落在上面的字迹上。你的字迹非常整洁。马林有些受宠若惊。谢谢。他紧张咽了口唾沫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我竟然真的生活在小说里。想到自己正面对面坐着的人就是橄榄狮子，这种真实感让我感到一阵眩晕。奥利弗里昂继续说道：“很少有女性能识字，你确实很特别。”马林内心早已乱作一团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说里的主要角色，而且对方竟然还是公爵的助手，这种紧张感让我几乎要哭出来。奥利弗里昂问道：“你是在哪里学会读书写字的？”马林稳住心神回答道：“是在我以前工作的伯爵领地，少爷看到我对书感兴趣就亲自教了我。”奥利弗里昂追问：“你现在还经常读书吗？”马林立刻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只有几本书，所以只能反复阅读。”他悄悄观察着奥利弗里昂的反应，我觉得自己编造了一个听起来还算合理的借口，但不知道在对方眼里是否显得可疑。在这样的时代，大多数贵族小姐并不会去学习阅读，她们通常把时间花在练习乐器、欣赏艺术以及培养所谓的文化修养上。然而，阅读是马林前世就有的爱好，所以这一世他恳求父亲教他识字，然后整天待在家里看书。因为总是沉浸在书本里，他渐渐与那些同龄的年轻女士们断了联系。但那段时光对他而言弥足珍贵，足以弥补社交上的缺失。奥利弗里昂的手指轻轻按在文件上。马林小姐，我确实在寻找一名助手，但我想要的是一名年轻男孩。我听说会有一位叫马里昂的男孩经人推荐过来，所以看到出现在这里的是一位年轻女性，我感到有些意外。马林沉默地低下头。我别无选择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我甚至连踏入这里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提见到公爵了。他有些懊恼。难道我应该乔装成男人过来吗？但公爵肯定一眼就能识破我的伪装，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以真实的身份出现。马林抬起头，神情变得坚定。马里昂是我的哥哥，但他离开家去了王多工作，但这是一个在温斯公爵领地工作的机会，我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遇。奥利弗里昂说道。公爵领地已经有足够的女性仆从了，而且雇佣女性职员属于女仆长的职权范围，并不归我管辖。很遗憾，今天的面试就到此结束。马林猛地睁大双眼，我绝不能就这样被赶走。他双手按在胸前，大声喊道：“你需要我？”奥利弗里昂微微一愣，他指着自己问道：“我吗？”马林急忙摆手解释：“不是，是公爵大人。”奥利弗里昂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锐利，他死死盯着马林，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马林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强撑着没有退缩。他直视着奥利弗里昂。关于公爵大人遭遇的那场不幸意外，整个西部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奥利弗里昂面色阴沉：“马林小姐，你知道自己现在在说什么吗？请离开这里。”马林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，我绝不能就这样回去。他猛地转过身，目光锁定了桌上那本厚重的古籍，我要用它来证明我的能力。他快步冲向书桌，一把抓起那本书。奥利弗里昂被他的举动惊得变了脸色，大声呵斥道：“马林小姐，你以为你在做什么？”马林没有理会他的愤怒，他翻开书页，声音清脆而坚定地读道：“那些怪物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？”奥利弗里昂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原本愤怒的神情瞬间被错愕取代。马林继续读着，清脆悦耳的声音在房间内回荡：“为什么他们会出现？许多学者提出了这个论题，却至今无人能找到答案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有些学者沉溺于单一的理论，甚至无法被证实。他们认为怪物的生态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改变，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这一点。”奥利弗里昂站在原地，整个人陷入了沉默，仿佛被那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的朗读声夺去了言语。马林合上书本，转过身看向奥利弗里昂：“还要我继续读下去吗？”奥利弗里昂神情复杂地注视着他。马林稳住心神解释道：“既然公爵大人无法亲自审阅文件，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他看东西不方便，我可以像这样读给他听。”奥利弗里昂微微垂下眼帘，陷入了沉思。马林心中暗自盘算，既然公爵失明了，他一定需要通过别人的朗读来接收大量的报告，这正是我展现前世配音演员实力的最好机会。他目光坚定地看向奥利弗里昂：“我确信自己能帮到公爵大人。”奥利弗里昂沉默片刻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。“首先请坐下。”马林愣了一下，随即顺从的回应：“好的。”他抱着书重新坐回沙发上，脊背挺得笔直。奥利弗里昂的神情显得有些为难：“马林小姐，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直接雇佣你的权限。如果只是招聘一名普通的助手，我确实可以自行决定，但如果涉及到为公爵大人朗读文件，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”马林的心猛地沉了下去，大脑飞速运转：我该怎么办？难道连公爵的面都没见到就要回去吗？房租该怎么办？还有妈妈的药费，这些重担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奥利弗里昂话锋突然一转：“不过，你读的确实非常出色，我很惊讶。此前
我从未见过如此独特的才能。事实上，关于为公爵大人朗读文件这件事，我们最近确实遇到了不少麻烦。马林屏住呼吸，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。奥利弗里昂说道：“看来你或许能解决那个问题，马林小姐。”马林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奥利弗里昂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就去见公爵大人。马林紧紧抱着怀里的书，跟在奥利弗里昂身后走出了房间。两人穿行在悠长而静谧的走廊里，随着不断深入宅邸内部，周围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。马林不安地环顾四周，这里简直像个漆黑的山洞。奥利弗里昂在前方的一扇大门前停下，他点燃了一支蜡烛，微弱的火光在昏暗的走廊中摇曳。他低声叮嘱道：“公爵大人对光线非常敏感。”马林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。奥利弗里昂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最终能为公爵大人效力，我会详细指导你必须遵守的各项注意事项。”马林轻声回应：“好的。”奥利弗里昂抬手轻轻扣响了房门，房间内传来一个低沉而冰冷的声音：“进来。”奥利弗里昂推开门，举着烛台率先走入房间。马林屏住呼吸跟在后面，随着脚步的挪动，他的视线逐渐清晰。那个人就是小说里的男主角杰拉德公爵。杰拉德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奥利弗里昂站在桌前回应道：“我正打算雇佣一个人，因为这件事需要您的许可，所以特地来见您。”杰拉德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他微微侧过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：“我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连每一个仆人的事都要过问了？”奥利弗里昂说道：“这位仆人有些特殊，我认为把他留在您身边会很有帮助。”马林站在一旁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显得有些局促。杰拉德冷冷地说道：“帝国里的每一个医生我都见过了。”马林紧张地咽了下口水。奥利弗里昂连忙解释：“他不是医生，但是他绝对是对您有用的人。”奥利弗里昂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：“请您给他一点时间。”他将手中的文件递向马林：“请像刚才在接待时那样读。”马林接过文件：“好的。”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纸张，在心中默默告诉自己：“我可以做到，而且我必须做到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清晰地读出报告内容。这是一份关于在奈伦领地发现银矿的紧急报告。杰拉德坐在桌前，原本握笔的手微微一顿。马林继续念道：“根据矿工们1年的调查与分析结果，该矿石呈现出不透明的白色，属于低品质矿物，并非银矿。此外，由于地底怪物频繁出现，导致矿工们不愿进入矿区。”杰拉德静静地听着，奥利弗里昂站在一旁，神情严肃。马林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：“矿业专家的意见是最好关闭该矿井。鉴于这是一份紧急报告，我请求立即下达关闭矿井的命令。”他心中猛地一惊，等等，这个内容，这是原著小说里出现过的故事。这座银矿在小说中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幅。在原本的剧情中，女主角为了采集草药前往那座废弃矿井，并在那里偶然捡到了一种矿石。女主角将矿石进行打磨，制成了一条项链。结果上流社会的人们彻底被那颗宝石迷住了。那座矿井确实不是银矿，而是一座全新的宝石矿床。那种宝石的名字叫做欧泊，因为其神秘而绚烂的光彩，身价开始疯狂飙升，最终达到了无法估量的地步。马林在心中暗自盘算：为什么我没早点想起这段剧情？如果我偷偷去挖出几颗，那可就发大财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小声嘀咕道：“真是太浪费了。”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耳畔响起：“什么浪费？”杰拉德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他面前，高大的身影将他完全笼罩。马林吓得浑身一颤：“他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杰拉德再次开口问道：“我问你什么东西浪费了？”马林紧张的语无伦次，他一边干笑着往后退，一边在心里呐喊：“好可怕！”他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仰去，糟糕，要摔倒了！公爵的手猛地扣住了他的手腕，将他整个人拉了回来。马林撞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，他惊魂未定地仰起头，看着近在咫尺的杰拉德：“谢谢您，不愧是男主角，近看简直帅得无可救药。”他猛地摇了摇头，强迫自己清醒过来。不对，现在不是欣赏长相的时候。杰拉德语气冰冷地问道：“我看起来是个有耐心的人吗？”马林吓得闭上眼睛，大喊：“怪物！”杰拉德微微一怔：“怪物？”马林努力平复呼吸，强撑起笑容解释道：“我知道有一种地底怪物，他们非常喜欢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矿石。既然那里频繁出现怪物，说明即使不是银矿，或许也藏着其他的宝石。我刚才只是在想这件事。”杰拉德沉声问道：“你的名字？”马林紧张地回答：“我叫马林。”杰拉德继续追问：“你是平民吗？”马林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他低头看着被紧紧攥住的手腕，心中暗暗祈祷，真希望他能快点放开我。杰拉德说道：“一个平民不仅识字，甚至还能分析报告的内容，这实在令人意外。”他冷不丁地吐出一个词：“间谍。”马林吓得整个人弹了起来：“我不是，绝对不是！”杰拉德松开马林的手腕：“奥利弗里昂，去你一份雇佣合同，先签一份临时合同。”马林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：“真的吗？太感谢您了。”杰拉德补充了一句：“带他去吃点东西。”奥利弗里昂愣在原地，一脸困惑地反问：“您说什么？”杰拉德语气平淡，他的手腕细得像根树枝。马林愣在原地，心中满是惊愕：“我的手腕像树枝吗？”奥利弗里昂有些局促地回应：“明白了。”马林心中暗自腹诽，并不是我的手腕太细，而是杰拉德公爵的手太大了。房门关上，马林和奥利弗里昂离开了房间。杰拉德独自站在书桌旁，抬手按住额头，长舒了一口气。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，她的声音竟然一点也不让我感到烦躁。自从失明以来，已经多久没有在听完一份报告后还能如此冷静地思考了。我终于理解了，为什么奥利弗里昂会那样拼命地恳求我见他一面。
在守护着西部地区的公爵领地中，流传着一个只有历代长子才能继承的血脉秘密。那是一双能看清飞鸟瞳孔颜色的眼睛，是一双能分辨50米内任何细微声响的耳朵，是能品味出世间所有味道与气息的舌头和鼻子，以及绝不会错过任何触碰的皮肤。杰拉德拥有着超越常人的五感，他是家族历史上感官天赋最出众的公爵。这份从未被打破的血脉法则，在这一代公爵身上变得愈发声名远扬。1年前，一切都在杰拉德遭受怪物袭击并失明后彻底扭曲了。为了补偿失去的视力，他的其他感官变得异常敏锐，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。随着感官的暴走，他的精神也开始日渐枯竭，尤其是听觉，哪怕只是昆虫爬过的细微声响，落在他耳中都如同雷鸣般刺耳。杰拉德陷入沉思，这是第一次听别人的声音，竟然没有让我感到痛苦。那个女人明明在害怕，却还是对我撒了谎。即便她的心跳快得那样剧烈，即便她紧张的浑身僵硬，她还是选择了隐瞒真相。她不得不撒谎的原因。杰拉德微微侧过头，凯伊悄无声息地出现。杰拉德平静地下达命令，去调查他。马林盯着手中的契约书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每周1金币的薪水吗？1金币足够支付整整1个月的生计了，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工作。难怪大家都说一定要去公爵府当差。奥利弗里昂说道。马林小姐，虽然这只是合同工，但这个职位属于高薪的特殊岗位。马林垂下眼帘，轻声重复着那个词：特殊岗位。原著故事里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。潜入东部地区的间谍，被称为公爵之影的凯伊，还有公爵府的铁匠苏伦，甚至连炼金术师林也在其中。马林抬起头看向奥利弗里昂，如果我以后转为正式员工，薪水还会再涨吗？奥利弗里昂露出灿烂的笑容，那是当然。所以，马林小姐，请务必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成为正式员工。马林迫不及待地拿起笔，只要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吧？奥利弗里昂有些紧张地劝阻道。请您先慢慢阅读，最好还是彻底检查一遍内容。马林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，公爵府怎么可能会骗我呢？奥利弗里昂拿出一本书放在桌上，还有这个，听说您很喜欢读书，这本就送给您了。马林低头看向那本书，封面上赫然写着魔物的起源，这不就是我之前读过的那本书吗？他小心翼翼地捧起书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，这看起来很贵重，我真的可以收下吗？奥利弗里昂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，是的，反正我也打算把它扔掉。马林立刻紧紧抱住书本，那请务必把它扔给我吧。他心中充满了感激，多亏了这本书，我才顺利通过了面试，现在竟然还作为礼物回到了我手里，这简直就是我的幸运护身符。他推开家门喊道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母亲坐在床边回应道：“快进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女儿今天也辛苦了。”马林快步走进屋子，没什么啦，我回来的太晚了吧？我会赶快收拾好，然后读书给你听的。母亲温柔地看着他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就好。马林注意到母亲又没吃晚饭，他走到桌边，放下沉甸甸的篮子。妈妈，你看这个，里面装满了新鲜面包、蔬菜和牛奶。马林说道：“这些看起来是不是都很好吃？”母亲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这些都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又因为我而去借钱了？”马林连忙摆手解释：“不是那样的，我在公爵府找到工作了。”母亲愣住了：“你是说杰拉德公爵府吗？”马林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妈妈，就是那个守护西方的杰拉德公爵府。他们甚至还送了我一篮子食物作为入职礼物。”母亲露出欣喜若狂的神情：“天哪，这真是太棒了！如果是公爵府的话，那一定是可以信任的地方。”他虔诚地闭上双眼祈祷：“神啊，谢谢您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”马林静静地看着母亲。自从那场意外发生后，我已经很久没见妈妈这么开心了，甚至连祈祷都停止了很久。马林犹豫了一下，轻声开口：“但是我告诉公爵府的人，我只是个平民。”母亲猛地一惊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“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撒这种谎？”马林急忙解释：“因为如果我说自己是贵族，恐怕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有太多心怀不轨的年轻小姐想接近公爵了，甚至还有人想偷偷溜进他的卧室。”马林回想起原著的剧情，在遇到女主角之前，那位公爵从未与任何女性交往过。以前我还觉得这种设定有些夸张，但亲眼见过公爵那副足以让所有女性疯狂的容貌后，我完全理解了。那种被狂热追求者包围的压力，确实足以让他对女性感到厌恶。马林安慰道：“别太担心，等我攒够了钱，我会立刻辞职离开的。”母亲温柔地注视着马林：“我相信你一定能处理好的，我最信任我的女儿了。”马林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心中早已盘算好了未来的计划。只要等到公爵遇见真正的女主角，他的眼睛就会复明，到那时候自然也就不再需要我这个临时的契约工了。我并不想卷入原著那复杂的纠葛中，更不想落得悲惨的下场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和妈妈一起平静的生活。等攒够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搬进大房子，还要种满妈妈喜欢的花，建一个漂亮的庭院。马林握紧拳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没错，根本不需要成为什么正式员工，只要能平安度过这6个月就行了。他猛地僵住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什么？你要让我回家？奥利弗里昂站在紧闭的大门前，神色凝重的回应：“是的，今天请先回去吧。”马林不甘心地追问：“那明天呢？”奥利弗里昂避开他的视线：“明天也不用来，后天也是。”马林感觉世界都要崩塌了，难道我被解雇了吗？奥利弗里昂愣了一下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马林猛地跪在地上：“我绝不离开。你知道我为了进这里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你们不能只让我干1天就替我走，就算死我也要死在这里。”奥利弗里昂被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吓得手足无措。马林小姐，事情不是那样的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门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你们2个进来吧。”马林浑身一颤，止住了哭喊。他
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我完全没意识到公爵就在门后，而我刚才竟然在外面，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。公爵站在书桌旁，双眼蒙着黑色的缎带，却散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马林猛地吸了一口气，瞳孔骤然收缩。等等，这个味道，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钻进鼻腔，虽然极淡，却像针一样刺痛了他的神经。多年前那场噩梦般的马车事故，受惊马匹的嘶鸣声，还有在眼前飞溅的血滴，他感到一阵眩晕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冷汗顺着额角滑落。他死死攥住裙摆，清醒一点，马林，你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。公爵语气冰冷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急着求死？你说过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里。”马林吓得语无伦次：“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奥利弗里昂见状立刻上前一步：“万分抱歉，公爵大人。”他神色凝重地解释：“刚才之所以想让马林小姐先回去，是因为您受伤了，但我无法直接说明您的身体状况，只能委婉地请她离开。”马林小姐误以为自己被解雇了，所以才会情绪失控引起骚乱。马林低下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受伤了，真的非常抱歉。”公爵淡淡的说道：“既然准备好了，那就开始吧。”奥利弗里昂担忧地问道：“您确定没问题吗？伤口甚至还没有处理过。”马林站在一旁，原来那股血腥味是因为公爵受了伤。公爵打断了奥利弗里昂的话：“别说了，把报告给我，然后离开。”奥利弗里昂转头看向马林，将一份文件递到他手中：“马林小姐，请从读这份报告开始。”马林有些紧张地接过文件：“好的。”奥利弗里昂退出了房间，沉重的房门在身后缓缓合上。马林深吸一口气：“那么我要开始朗读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悄悄向后挪动脚步。公爵察觉到了动静：“你要在那儿读吗？”马林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觉得站在这里更舒服一些。”他在心里暗暗叫苦，离公爵大人太近的话，那种压迫感简直让人窒息。公爵径直朝他走来：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能到这边来读吗？”马林还没反应过来，什么？公爵抓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拉到了身前，再靠近一点。马林吓得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，随后猛地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迅速用手死死捂住嘴巴。我不该发出这么大声音的。公爵微微侧过头，低声唤道：“马林。”马林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我在。”公爵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：“你刚才为什么要故意压低声音？”马林显得有些慌乱，他支支吾吾地解释：“我觉得尖叫声可能会让您感到不快。”公爵反问：“受惊时发出声音，难道不是正常的反应吗？”马林的额头渗出细汗，虽然您说的对，但是……他深吸一口气，我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努力平复心绪，轻声说道：“考虑到您的视力受损，我想您可能会对声音格外敏感。”他深深地弯下腰，真的很抱歉。公爵心中暗自思忖，马林不可能知道家族的秘密，可他却在瞬间对局势做出了判断。他开口说道：“分析得不错。”马林悄悄松了一口气，总算糊弄过去了。他轻声回应：“谢谢您。”一缕光线穿过窗帘的缝隙，斜斜地照进昏暗的室内。马林下意识抬起手遮挡，他的目光忽然凝固了，呼吸猛地一紧。等等，公爵大人的耳边那是血！马林惊呼出声：“公爵大人！”公爵一脸疑惑：“什么？”马林的声音微微颤抖：“您的耳朵在流血。”他心中满是忧虑，那是他受伤的地方吗？如果血腥味这么重，他到底伤得有多深？公爵神色淡然的回应：“没什么大碍。”马林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，难道不应该赶快接受治疗吗？公爵说道：“这点伤1天就能痊愈。”马林看着那块血迹斑斑的手帕，这么多血也叫这点伤吗？他急得跳了起来：“您不能就这样敷衍了事，既然受伤了，就必须接受治疗，而且您得弄清楚为什么会流血。”公爵低声感叹道：“你们两个还真像，我已经知道原因了，所以没关系。”马林愣住了，他有些迟疑：“您已经知道了吗？”公爵微微低头，语气平淡：“是我自己刺伤了耳朵。”马林猛地瞪大双眼：“什么？难道那些声音真的已经让他无法忍受了吗？”甚至不惜握紧利刃刺向自己，只为了能从那无尽的折磨中获得片刻喘息。马林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，哪怕只是被小刀划破一点皮，都会疼得厉害。他当时到底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？马林心中充满了自责：“我错了。”公爵察觉到异样，疑惑地发出一声轻哼。马林低着头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会感到疼痛的人，而不是故事里那个虚构的角色。为什么我之前会把他的痛苦看得那么轻描淡写？我竟然把他的苦难仅仅当成小说里的情报，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。当他突然失去视力时，该有多么恐惧？公爵低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马林抹了抹眼角，带着鼻音回应道：“什么？”公爵微微侧头，听着那细微的抽泣声：“你为什么要哭？”奥利弗里昂推门而入：“公爵大人，马林小姐。”他快步走近，将一叠文件递了过来：“我带来了更多需要确认的报告。”他看向马林：“马林小姐，这些也请您一并处理。”马林接过文件：“好的，奥利弗里昂先生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着起伏的心绪。首先要专注于工作。他逐字逐句地读着报告上的内容。公爵静静地听着，偶尔微微点头示意。马林终于读完了最后一页，他低声说道：“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。那么下次汇报时再见，请好好休息。”公爵大人。公爵独自站在空旷的房间里，双臂交叠在胸前，真是个奇怪的女人。明明在害怕我，却又因为我的伤口而流泪。桌上摊开着一份调查报告，那是凯伊带回来的情报，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关于马林的一切。他的真实身份是马林·施温茨，子爵家的女儿。在一场夺走了家主和长子性命的车祸后，那个家族便彻底没落了。马林一直住在破旧的小屋里，独自照顾着生病的母亲。他从未参加过社交界的成年礼，没有婚约，更没有嫁妆。
公爵心中疑虑重重，他既不神秘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那他为什么要接近我？我无法预测他接下来的行动，不可预测的变量总是危险的。马林快步走在回廊上，心中满是忐忑。公爵修长的手指轻轻抵住下颌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有意思。奥利弗里昂推开房门说道：“这里是办公室。”马林环视着宽敞的房间，感叹道：“哇，这里真的好大。”奥利弗里昂走到一张桌子旁，除了向公爵大人汇报的时间外，你就在这里协助我的工作。这是你的办公桌。马林轻轻抚摸着平滑的桌面，这张桌子看起来太棒了。想到时隔这么久又能使用新家具，我的心跳得好快。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神色变得有些迟疑。奥利弗里昂大人，就这样放着公爵大人的伤口不管，真的没关系吗？奥利弗里昂垂下眼帘，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。我也很担心那件事，虽然我很想让他接受治疗，但公爵大人非常讨厌任何东西触碰他的身体。马林忧心忡忡地说道：“但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，伤口会恶化的。”奥利弗里昂叹了口气，确实如此，而且因为他一直没能入睡，恢复速度变得更慢了。马林惊讶地问道：“他睡不着吗？”小说里并没有提到过公爵患有失眠症，大概是因为失去视力后，他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了。如果能让他恢复视力，一切都会好转的。马林摇了摇头，不行，帮助男主角恢复视力是女主角的工作，我不应该无缘无故的插手。他看向奥利弗里昂，提议道：“给公爵喝点热酒怎么样？我妈妈睡不着的时候总是会喝那个。”奥利弗里昂疑惑地重复道：“酒吗？”马林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对您说，我只是个平民，所以您不用对我使用敬语。”奥利弗里昂在房间里走动着，我已经是在用平等的语气说话了，你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，马林小姐。马林轻快地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奥利弗里昂先生。”奥利弗里昂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很好，马林小姐。他抱起那叠几乎遮住半个身子的公文，语气轻快地问道：“那我们开始吧。”马林愣在原地。好的。他坐在办公桌前，两侧堆满了如小山般的文件，他机械地握着笔，感觉灵魂都要透支了，我要累死了。奥利弗里昂端着一个精致的托盘走近，上面摆放着诱人的小蛋糕和新鲜水果。他将托盘轻轻放在桌上，工作的时候一定饿了吧？吃点这个吧。马林说道。谢谢你，奥利弗里昂先生。奥利弗里昂补充，还有很多，如果不够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马林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这些已经很多了。奥利弗里昂提醒，公爵大人吩咐过要让你长胖一点，所以请尽量多吃一些。马林愣住了，脑海中浮现出不久前公爵紧紧抓着他手腕检查的画面，原来那时候他是在嫌我太瘦了吗？他有些无奈地应道：“好吧。”马林插起一小块蛋糕送进嘴里，如果把这些全部吃掉，我肯定会生病的。蛋糕的甜味在舌尖化开，马林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真好吃。他停下手中的叉子，有些犹豫地看向奥利弗里昂：“我可以带一点这个蛋糕回去吗？上次你也分享了食物给我，这次又要麻烦你，真的很抱歉。”奥利弗里昂露出温和的笑容。我会转到厨房的。门外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，塞巴斯清了清嗓子。奥利弗里昂看向门口，是管家先生，请进。房门被缓缓推开，塞巴斯迈步走进办公室。奥利弗里昂礼貌地打招呼道：“您好，塞巴斯管家。”塞巴斯微微点头示意，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。奥利弗里昂问道：“婚礼进行的顺利吗？看到孙子这么快就结婚了，感觉一定很奇妙吧？”塞巴斯感叹：“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”马林在一旁默默观察着，他想起在小说设定中，塞巴斯曾是骑士团的副团长，也是公爵大人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，就像奥利弗里昂一样。奥利弗里昂继续问道：“那么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”塞巴斯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：“我是来请求能否向公爵大人表达谢意的。”奥利弗里昂显得有些迟疑：“这个嘛？”他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抱歉，今天恐怕有些困难。”塞巴斯垂下眼帘，语气中透着一丝失落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马林心中暗自思忖，原来即便是身为管家的塞巴斯，如果没有奥利弗里昂的许可，也没办法见到公爵大人。奥利弗里昂侧过身：“我忘了向你介绍了管家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助手马林小姐。”马林礼貌地鞠了一躬：“很高兴见到您，我是马林。”奥利弗里昂继续说道：“他也是直接向公爵大人汇报工作的特别雇员。”塞巴斯微微躬身回礼：“这是我的荣幸，请直接叫我塞巴斯管家都好。”奥利弗里昂补充：“马林小姐的汇报能力非常出色，就连公爵大人也感到很满意。”塞巴斯满脸不可置信地：“真的吗？”奥利弗里昂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公爵听取汇报时表现得非常放松。”塞巴斯转头看向马林，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马林被他炽热的目光看得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尴尬地微笑着。塞巴斯快步上前，紧紧握住马林的手：“马林小姐，连公爵大人都认可了您，这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如果您以后有任何需要，无论事情多么微小，请务必告诉我。”马林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吓了一跳：“谢谢您。”他的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寒意，这种压迫感实在太强了，我真的得万分小心，绝对不能让我的谎言暴露。如果被他们发现真相，我简直不敢想象公爵大人的这些追随者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。夜幕降临，月光静静地洒在宏伟的城堡上，公爵独自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，双臂交叠在胸前。奥利弗里昂推着餐车走进房间：“公爵大人，您今天必须休息了，您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。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，语气冰冷地回应：“这是酒吗？你觉得喝这种东西能让我睡着吗？”奥利弗里昂走到桌边，一边拿起酒瓶倾倒，一边解释：“是马林小姐推荐的，所以我带了一些过来。”公爵低声说道：“临时职员吗？
奥利弗里昂将倒好的酒杯推到公爵面前。是的，据说他的母亲在失眠时经常会喝这种酒。公爵稳稳地端起酒杯，临时职员呢？奥利弗里昂回应，他已经回家了。奥利弗里昂犹豫片刻后开口，关于玛琳小姐，她识字，母亲有喝红酒的习惯，甚至连她拿茶杯的方式都不像是一个平民。公爵说道，她是一个梅洛子爵家的女儿。奥利弗里昂沉思着，那么她的目标是钱吗？如果为了钱，甚至不惜伪造简历，她的处境一定非常艰难。这听起来有些可悲。公爵将酒杯凑近唇边，心中暗自思忖，她似乎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上的女人，她具备了一个真正间谍的所有素质。公爵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时隔这么久再次喝酒，感觉并不坏。马林提着沉甸甸的竹篮，走在洒满阳光的小径上，他低头看了看篮子里的食物，装了这么多啊！幸好之前和奥利弗里昂商量过这件事。他继续向前走着，心中感到一阵欣慰，母亲似乎终于开始恢复食欲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在这种时候，必须给母亲准备更扎实、更有营养的饭菜才行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我需要赚更多的钱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疑惑地发出一声轻呼，门竟然是开着的，手中的竹篮滑落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马林发疯似的冲进屋内，大声喊道：“妈妈！”屋内的景象让他惊呆了，家具倾倒，杂物碎裂了一地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他急促地喘着粗气，惊恐地环顾四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虚弱的声音从里间传来：“马林！”马林猛地转过头，冲向房间：“妈妈，你还好吗？”母亲无力地跪坐在地，身体靠着梳妆台支撑。马林。马林快步上前，是谁干的？母亲声音颤抖着回应：“房东太太来过，她以为你是她丈夫的情妇，而且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愤怒地砸坏了这里的一切，还说如果明天交不出房租，我们就必须搬走。对不起，我的女儿。”马林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母亲转头看向身旁唯一完好的家具，除了这个梳妆台，我什么都没能保住。马林深深地埋下头，心中充满了自责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他在心底悔恨地想到，我不该无视房东的骚扰，我本该处理好那件事的，而不是装作没看见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。我会去公爵府的。夜幕降临，马林独自站在宏伟的公爵府邸门前，对着紧闭的大门喊道：“请问有人在吗？”他不安地在门外徘徊，显得有些局促。一个冷淡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是谁？”马林猛地转过身，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：“我是马林，在奥利弗里昂秘书手下工作，我有急事需要见他，请问可以让我进去吗？”警卫打量着眼前的马林，有些怀疑地问道：“你在秘书手下工作吗？我以前从未见过你。”他转过头看向身后的男人：“尤维斯，你认识他吗？”尤维斯神情冷淡地看着马林，随后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不认识。”警卫有些纳闷地追问：“他不是奥利弗里昂秘书团队里的人吗？”尤维斯随口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警卫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那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”尤维斯干脆地回答道：“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警卫被这敷衍的态度激怒了。“什么？”尤维斯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警卫大喊：“你给我回来！”尤维斯回应着：“不必了。”警卫尴尬地转过身，看向马林：“抱歉，他还太年轻，我会去核实一下，再给你答复。”马林感激地回应：“谢谢你。”他局促地坐在公爵府华丽的会客沙发上，双手紧紧交叠在膝头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幸好塞巴斯管家最终确认了我的身份，让我进入府邸等待。沉重的房门被推开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奥利弗里昂快步走进房间，神色关切地问道：“马林，你说有急事，发生什么了？”马林猛地站起身：“奥利弗里昂先生。”他低下头恳求：“我知道我才刚开始工作一天，但是能不能请您预支我这一周的薪水？房东说，如果明天之前不交房租，我们就必须离开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，就算住在废弃仓库也无所谓。但我妈妈还在生病，我不能让她流落街头，所以求求您了。”奥利弗里昂有些慌乱，快抬起头来：“马林，我真的很想立刻就把钱给你，但是关于雇佣状态和薪资发放的一切事宜，都必须由公爵大人亲自决定。首先，我需要去向公爵大人汇报这件事。”他带着马林来到公爵的房门前，轻轻叩响沉重的木门：“公爵大人，我有关于马林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。”房间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：“进来。”奥利弗里昂看向马林：“公爵只叫了你一个人进去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他有些困惑：“可是公爵刚才明明没说啊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独自走进了那间昏暗的书房。公爵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马林微微躬身：“非常抱歉，在这个时间打扰您，很抱歉提出这样的请求，但是能不能请您预支我的薪水？”公爵冷冷地开口：“我为什么要给你那个？”马林僵在原地，发出一声短促而无助的惊呼。公爵冷淡的声音在书房内回荡：“如果我预支薪水给你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”马林猛地一颤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我该说什么？我现在一贫如洗，到底能给公爵提供什么交换条件？他的目光在昏暗的房间内扫视，突然停留在桌上的酒瓶和半杯红酒上。他想起奥利弗里昂曾经提到过，公爵最近一直无法入眠，这导致他的身体恢复得非常缓慢。马林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：“我可以帮您入睡。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诧异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马林挺起胸膛，急切地解释：“我很擅长阅读报告，但我也同样擅长朗读书籍。以前我读书给妈妈听的时候，她总是很快就能入睡。公爵大人，我也能帮您入睡。”公爵靠在椅背上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我一直没睡觉的？是奥利弗里昂说的吗？”马林有些局促地抓紧了衣角：“是的。”他急忙摆着手解释，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公爵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低声吐出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马林愣住了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您说什么？公爵语气平静地说道。那就睡觉吧。马林呆立在原地，手中的烛火微微晃动，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反应。马林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，虽然这话听起来没什么错，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公爵问道：“从城堡到那栋房子要多久？”马林轻声回应：“大约1个小时。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我们应该让他搬过去。”奥利弗里昂。房门被推开，奥利弗里昂出现在门口。是的，公爵大人。公爵继续吩咐：“明天早上把马林的临时住所搬到别馆去，如果他还有家人，就安排他们住在一起。”马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可以和妈妈一起住在公爵府吗？公爵平淡的补充：“立刻支付预付款。”奥利弗里昂恭敬的回应：“是的，我明白了。”马林惊讶的捂住嘴巴：“我原本只是想请求预支薪水，却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金钱，甚至连住所的问题，都一下子解决了。”他看向公爵，轻声称呼道：“公爵大人。”随后马林露出由衷的笑容：“非常感谢您。”奥利弗里昂站在门口：“马林小姐，我们要回办公室了吗？”马林转过身：“是的。”房门缓缓合上，公爵独自坐在书房里，读一本书哄我入睡吗？他现在是打算当个保姆吗？那个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竟然就这样把自己的一生交托了出来。既然他以后要住在我的城堡里，我很快就会弄清楚的。夜色深沉，月光洒在静谧的庄园里。马林站在马厩旁，轻轻抚摸着棕色骏马的额头，他温柔的低声说道：“你真是个乖孩子，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。”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呼唤道：“马林！”马林停下动作，有些惊讶的回过头去。母亲快步走来：“去公爵城堡的这一趟还顺利吗？”马林说道：“外面这么冷，您怎么出来了？”母亲神色担忧的回应：“我很担心你，而且这匹马是怎么回事？”马林解释：“因为天色太晚了，公爵府的人借给我骑的，说是让我骑着它回来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“妈妈，我们要搬家了。”母亲听到这话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“我们要搬到哪里去？”“妈妈会想办法解决的。”马林见状，赶紧摆手：“妈妈，您不用担心。”他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母亲的双手：“公爵大人专门为员工提供了别馆，所以我可以和你一起住在那里。他甚至说明天会派马车来接我们。”母亲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眼眶微微湿润：“这是真的吗？天哪，我该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？”公爵大人果然在守护着西部的每一个人。马林笑着点头回应：“没错。”他看着母亲欣喜的模样，已经很久没见到妈妈笑得这么灿烂了。我从未想过离开那间破旧小屋的日子，竟然真的到来了，这简直太美好了。清晨的阳光洒向森林，一只小鸟正栖息在枝头打盹，被突如其来的怒吼声惊飞。为什么还不快点？乔诺气喘吁吁地走着：“我这就来。”妇人一脸不耐烦地呵斥：“你动作这么慢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房租收回来？”乔诺解释：“你知道他们家的情况，怎么可能在1天之内就把房租收齐？”妇人猛地转过头怒吼：“我是去收钱的吗？我要去扯掉那个女孩的头发，光是拔掉她母亲的头发，根本难消我心头之恨。”乔诺一边走着一边抱怨：“而且要是有人再搬进来，以后又跑了怎么办？我得想办法把那地方租出去，把钱收回来。”妇人突然停下脚步，猛地揪住乔诺的衣领：“你以为我现在是为了谁在做这些事？这全是因为你和那个女人鬼混。”乔诺被揪得身体后仰，冷汗直流的辩解道：“这是误会。”妇人更加愤怒的咆哮：“误会什么？你现在还在维护他吗？”乔诺缩着脖子小声回应：“不是，怎么可能维护他？”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指着前方喊道：“亲爱的，你看那边。”妇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马林正站在远处的空地上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神情冷淡地注视着这边。乔诺低声说道：“他居然在外面等着。”妇人冷笑一声：“看来他是准备好被我揪掉头发了。”他走到马林身边，语气傲慢地说道：“你肯定已经把钱准备好了吧？”马林抬起手，将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布袋扔在地上，布袋口散开，露出了里面闪烁着荧光的钱币。乔诺慌忙蹲下身子：“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？”妇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如果有一夜之间就能弄到这么多钱的方法？”他冷冷地盯着马林：“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？”马林猛地挥动手臂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甩在妇人的脸上。乔诺惊恐地大喊：“亲爱的！”妇人被打得偏过头去，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难以置信地颤抖着：“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敢！”马林的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怒火：“你竟敢对我母亲动手！”乔诺扶着被打懵的妻子，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马林没有丝毫退缩，反手又是一记耳光，狠狠抽在乔诺的脸上。乔诺被打得一个踉跄，捂着脸露出痛苦的神情。马林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才是问题的根源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出轨对象是温迪吗？我一直对你客客气气，让你逃过一劫，可现在……”乔诺浑身一颤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妇人猛地转过头，眼中燃烧着怒火：“温迪是那个马夫的妻子，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名字？”乔诺慌乱地摆着手辩解道：“像温迪那样完美的女人，怎么可能跟我有私情呢？”妇人听到这话，彻底爆发了：“完美？难道除了我以外，每个女人在你眼里都是漂亮又完美的吗？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！”她尖叫着扑向乔诺，双手死死抓着他的头发。乔诺发出痛苦的哀鸣：“好痛，真的好痛！”他彻底被激怒了，猛地伸出手朝着马林抓去：“你这疯女人，全是因为你！”马林站在原地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稳稳地扣住了乔诺的手腕，力道之大，让乔诺动弹不得。塞巴斯管家冷冷地说道：“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看起来不像是简单的夫妻吵架。”马林惊讶地呼唤道：“塞巴斯管家！”乔诺被那股强大的力量震慑住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
你是谁？塞巴斯松开手，优雅地整理了一下袖口。他转向一旁的马林说道：“马林小姐。”不远处传来车轮碾过草地的声音，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稳稳地停在路边。塞巴斯单手抚胸行礼：“我是来接您的。”马林惊讶地回应道：“公爵说会派马车来，但我没想到您会亲自过来，还这么早，而且是如此隆重的方式。”塞巴斯微微一笑，调皮地眨了眨眼，问道：“早吗？我倒觉得我来的正是时候。”房东的妻子冷笑着：“我还在想你从哪儿弄来的钱，原来是诈骗了一个有钱的老头。”塞巴斯面无表情地站在马林身前，挡住了对方的视线。他缓缓开口：“这里是杰拉德公国，这座山也属于杰拉德家族。”房东妻子和乔诺对视一眼，有些底气不足地问道：“你突然提这个干什么？”塞巴斯直视着他们：“你们建造这间小屋并开始出租时，得到过公爵大人的许可吗？”乔诺额头上渗出冷汗，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：“公爵大人确实允许猎人们建造休息的小屋。”塞巴斯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他允许人们免费休息，而不是用来出租收钱。”房东妻子恼羞成怒地吼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竟然敢打着公爵的名号来威胁我们！”塞巴斯打了一个响指，清脆的声音在林间回荡：“我是杰拉德家族的管家。”数名身着正装的随从从四周包围过来，将房东妻子和乔诺困在中心。塞巴斯冷冷地命令道：“把他们带走！”房东妻子和乔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惊恐地看着逼近的人群。房东妻子猛地扑向塞巴斯，死死抓着他的衣角，哀求道：“管家先生，我们错了，请原谅我们这次吧。”见塞巴斯不为所动，他又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马林：“马林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帮帮我！”马林面无表情的回应：“你必须为向他人动手付出代价。”房东夫妇被随从们强行拖走，凄厉的求饶声渐行渐远。塞巴斯看向马林：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里是不允许收租金的地方？”马林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从一开始就知道。”塞巴斯有些意：“那你这段时间还一直付房租？”马林垂下眼帘：“因为没有比这里更便宜的地方了，所以我不想举报他们。”他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冷峻而坚定：“但是我绝不原谅任何敢对我母亲动手的人。”罗婉娜提起裙摆，优雅地行了一礼：“你好，我是罗婉娜，马林的母亲。”塞巴斯微微躬身行礼：“您好，我是公爵府的管家塞巴斯。”他看着罗婉娜优雅的举止，心中暗自思忖，他的礼仪和副官描述的一模一样。既然如此，公爵大人一定也已经察觉到马林撒了谎。可即便知道真相，大人却依然选择将他留在身边。马林转过身看向罗婉娜：“母亲，您先上马车吧，我会骑着昨天借来的那匹马跟在后面。”罗婉娜有些担忧地叮嘱：“好吧，别太着急，注意安全。”塞巴斯在一旁补充：“关于那匹马，副官已经向我说明过了。”马林点了点头：“那我们就在公爵府邸见，请务必照顾好我的母亲。”罗婉娜在塞巴斯的引导下登上了马车，马林独自站在空地上，看着马车缓缓驶离。他最后一次回过头，看向那间简陋的小屋，眼神中透着决绝：“我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。”奥利弗里昂推开沉重的房门：“欢迎马林小姐，您喜欢这间房间吗？这里的采光是最好的。”马林和罗婉娜站在门口，有些发愣地看着眼前华丽的卧室。罗婉娜凑到马林耳边，压低声音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这真的是给仆人住的地方吗？”马林悄声回应：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啊。”奥利弗里昂耐心地解释：“为了两位，我们已经清空了这栋别馆的整个3层。如果您不喜欢这间，可以随意挑选其他的房间。”罗婉娜看向马林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住在这里了。”马林温柔地笑了笑：“那我住你隔壁的房间。”奥利弗里昂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门外传来一阵局促的敲门声，随后房门被缓缓推开：“打扰了。”女仆推着装满精致甜点和茶具的小车走进房间：“我是尤利娅，从今天起负责侍奉两位。”马林看着眼前的女仆，有些惊讶，甚至还为我安排了专门的随从吗？奥利弗里昂微笑着回应：“因为马林小姐需要有人协助，这样您才能更专注于自己的职责。”马林打量着尤利娅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马林，这位是我的母亲罗婉娜。”尤利娅立刻恭敬的行礼：“能为您和罗婉娜夫人效劳是我的荣幸。”马林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对我不用这么客气，不用一直使用敬语的，以后就拜托你了，尤利娅。”尤利娅抬起头，脸上泛起一丝红晕：“我会尽全力的，马林小姐。”她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：“对不起，敬语总是不自觉就说出来了，我这就为您准备餐点。”马林看着她忙碌的身影，忍不住轻笑出声：“真可爱，你怎么舒服就怎么称呼我吧。”尤利娅叮嘱道：“请尽情享用，餐具留给我就好，我会来收拾的。如果有任何需要，只要按一下床头的铃就行。”奥利弗里昂说道：“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”马林礼貌的回应：“好的，非常感谢。”房门轻轻关上，马林看着满桌精致的甜点和红茶，兴奋地对罗婉娜说道：“哇，看起来太棒了，妈妈，我们快吃吧。”罗婉娜微笑着点头：“你也多吃点。”她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，神情变得有些凝重。马林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：“怎么了，妈妈？”罗婉娜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，公爵大人对我们实在太亲切了，这反而让我感到心乱如麻，甚至让我忘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。如果他发现我们撒了谎……”马林听着母亲的担忧，心中也泛起阵阵寒意。母亲说的对，如果谎言被揭穿，我和母亲的下场恐怕会和乔诺他们一样。他下意识地攥紧了裙摆，一旦我作为助手的价值消失，现在所有的善意都会随之湮灭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下心底的动摇：“别太担心，妈妈，我会拼尽全力，成为对公爵大人有用的人。”与此同时，塞巴斯正向公爵汇报着情况。公爵坐在办公桌后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抵住下颌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他扇了他一巴掌吗？塞巴斯猛地一颤，额角渗出冷汗。公爵刚才是在笑吗？
公爵收敛了笑意。奥利弗里昂没收他们非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判处5年的强制劳役，调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，一律按此标准处理。那个动手打了马林母亲的女人，既然她不知道对方是贵族，那就让她以后再也没机会对任何人动手。奥利弗里昂躬身回应：“遵命，公爵大人。那么我们先行告退了。”公爵独自坐在昏暗的书房内，他向后靠在椅背上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只要稍微放松一点，感官就会像炸裂般失控，头痛欲裂，连自己的呻吟声都像利剑一样刺穿耳膜。我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？这样忍受下去还有意义吗？干脆死掉会不会更轻松一点？就在意识即将崩溃的边缘，马林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我会让你入睡的，我一定会让你睡个好觉。公爵发出一声自嘲的冷笑。我不觉得他真的能让我睡着，那是连神明都无法做到的事情。即便他真的有那种本事，他也必须先进入我的内心。马林走进公爵府的藏书室，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，这里的藏书规模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他环顾着四周高耸的书架，久违的书香气让我心跳加速。但现在不是沉迷的时候，必须尽快为公爵大人选好今天要读的书。只要能让公爵大人入睡，就能得到1枚金币，那可是相当于整整1周的薪水。马林握紧拳头，眼中燃起斗志，一定要让他睡个好觉。他伸出手在书脊上轻轻划过，该选哪一本呢？既然是为了助眠，就得找最无聊的书才行。哲学书怎么样？还是历史书更合适？他的手指忽然停住了，竟然是一本关于草药学的书。在原本的故事中，女主角治愈公爵双眼时使用的是一种名为曼德尔的药草，原著里只提到了这个名字，并没有任何详细的描述或解释。那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药草呢？马林抱着书走到长桌旁坐下，一定要把它找出来。他翻开书页，口中不停地低声念叨着曼德尔，曼德尔。一个清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你为什么要找曼德尔？”马林猛地一惊，整个人僵在座位上。他惊慌地转过头，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是谁？林站在马林面前，怀里抱着一本厚重的书，平静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马林看着眼前这个孩子，心跳漏了一拍，好可爱。他连忙回应道：“我是马林。”林微微点头，原来你就是马林小姐。奥利弗里昂跟我提起过你。我是林。马林整个人愣在原地，这个孩子就是林。传闻中他不是个冷静威严的天才炼金术师吗？而且应该是和公爵大人同龄的朋友才对。他捂住嘴，这种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外貌是怎么回事？他一定是喝了某种能让人变小的药水。林疑惑地看着他，马林迅速调整好情绪，微笑着伸出手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林大人。林低下头，轻轻吻在马林的手背上。马林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孩子会有的举动。林看着他说道：“你比我想象中更有趣。”马林指着自己问道：“我吗？”林继续说道：“你对一个孩子也使用敬语。”马林有些局促地解释：“因为我是平民，使用敬语是理所当然的。”林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你真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家。”马林急忙反驳：“我真的是平民。”林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好吧，那就先这么说吧。”他坐到椅子上，晃动着双腿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要找曼德尔？那种随处可见的杂草？马林愣住了，重复着他的话：“随处可见吗？”林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那种草到处都是，街道上甚至公爵府的花园里都有。曼德尔并不是药草，所以那本书里没有记载。”马林低下头看着书：“难道说您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？”林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，他翻开书的封面，指着上面的字迹：“这是我的签名。”马林忍不住赞叹：“您真是太了不起了。”林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夸奖：“我确实挺了不起的。”马林看着他那副小巧可爱的模样，心里忍不住感叹：“真可爱啊！”他随即猛地摇头，强迫自己清醒过来。这家伙本质上是个成年男性啊！他重新看向林：“林大人，曼德尔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？”林熟练地翻动书页，他指着其中一页说道：“在这里，就是这个。”马林盯着书页上的插画，这看起来和前世见过的蒲公英一模一样。他轻声呢喃着：“原来这就是曼德尔。难道这种植物从来没有被当作药草使用的案例吗？”林摇了摇头，除了有一股清凉的薄荷香气外，它没有任何特别的功效。马林若有所思地，果然如预料的一样，除了原著女主角，没人知道曼德尔的真正用途。林合上手中的书，它根本不是药草，而是一种有毒的杂草。马林发出一声惊呼：“有毒的杂草吗？”林解释道：“不过曼德尔的毒性很弱，只会让人肚子疼而已，所以他才会被收录在这本关于自然毒素的书里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一时间陷入了沉默。林察觉到他的异样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马林回过神来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：“是的，我没事。”他抱着书走在长廊上，心中满是纠结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在原著的故事里，公爵大人是因为服用了曼德尔榨出的汁液，才最终治愈了双眼，彻底治愈他是原著女主角的使命。所以，我原本只打算使用极小的剂量，只要能稍微缓解他的痛苦，撑到他们相遇的那一天就好。可林却说那是毒药，给公爵大人下毒，这和撒个小谎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性质。要制作出能中和毒草毒性，并让公爵大人重见光明的药剂，果然原著女主角是不一样的。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好了，绝对不要干涉主角们的人生。虽然为了生计被迫来到公爵府工作，但那已经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。我不该再越界。马林转过身，望向公爵寝殿的方向，在心中默默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明明知道你正承受着怎样的痛苦，却还要装作一无所知。”他低垂着眼帘，神色挣扎：“就算不是我也没关系，只要再等一等，那个注定会拯救你的女主角就会出现。”马林站在昏暗的室内，语气中透着一丝迟疑和恳求：“大人，今天能不能先跳过？”
公爵坐在桌前，平静的回应：“不行，你答应过我的。”马林紧紧抱着怀里的书本，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展示给你看。公爵微微侧过头，向马林伸出一只手，过来，到这边来。马林犹豫着走上前，将手搭在了公爵的掌心。公爵顺着手腕向上检查，语气中带了一丝调侃：“你为什么要像这样把手递给我？你又不是受过训练的小狗。”马林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他慌乱的大声反驳：“才不是那样。”公爵轻笑一声：“真是有趣的女人。”他摩挲着马林的手腕：“你的手腕还是和以前一样细。”马林有些局促的抽回手：“我都说了，还没准备好。不过最近我有在好好吃饭，很快就会长胖的。现在我要开始读带过来的书了，请专心听。”公爵微微侧头问道：“书吗？”马林翻开那本厚重的绘本，我想着童话故事或许能助眠，所以带了一本过来。既然是睡前读物，当然要选童话故事。公爵露出有些嫌弃的神情，那真是最糟糕的选择，尤其是那种大团圆结局的故事。不过你选的倒也算合适，既然内容这么无聊，我肯定能睡个好觉。马林听后有些语塞，是吗？那我以后就只准备童话故事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翻开书页。那么我要开始了。报恩的乌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住着一只乌鸦。有一天，当乌鸦住在一棵宏伟的大树上时，住在树下的蛇觊觎起了乌鸦的巢穴。公爵陷入了回忆，昨天也听到了这个声音，细小清澈又明亮的声音。他坐在书桌前，双手撑着额头，耳边仿佛再次响起了那个声音。对不起，他低声呢喃，你到底在为什么道歉？是因为隐瞒了身份，欺骗我吗？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无法正常思考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大声喝止道：“停下！”正在读书的马林被吓了一跳，他抱着书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公爵。公爵快步上前，一把紧紧抓住了马林的手臂，他猛地倾过身子，将头深深埋进马林的颈窝，心中满是惊愕：这个女人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马林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吓得浑身僵硬，脸颊瞬间长得通红，他语无伦次地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！”公爵嗅着他身上的气息，心中暗自揣测：难道他使用了毒药？否则我绝不可能仅仅听着朗读就睡着。清爽的草木香气，还有一种我从未闻过的甜美的体香。他缓缓松开手，直起身子，看来不是毒药。马林惊魂未定地退后半步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突然这样？”公爵平静地回答：“我刚才打了个盹。”马林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公爵坐回椅子上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可思议：“你居然真的只靠朗读就让我睡着了，而且没有使用任何毒药？”马林原本紧绷的情绪瞬间放松下来，他惊喜地感叹道：“哇，你真的睡着了吗？我做到了，既然有效，那我就继续读下去。”公爵冷冷地打断道：“够了！”马林愣在原地，是不喜欢这个故事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现在就去图书馆换一本。公爵沉默了片刻，低声回应道：“不是的。”他微微垂下头，神情显得有些阴郁。这种感觉很烦人，就像是会陷入一种极深的睡眠，一旦睡着了，就仿佛再也无法醒来一样。他开口说道：“明天再继续吧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”马林轻声应道：“好的。”第二天，马林坐在书桌前，正专注地写着什么。他轻轻叹了口气。奥利弗·里昂开口问道：“马林小姐，想要帮公爵安稳入睡，是不是非常困难？毕竟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能成功做到这一点，所以请不要感到太大的压力。”马林点了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这确实不容易。”他只是打了个盹，在那之后就拒绝再次入睡了。奥利弗·里昂猛地站起身：“公爵大人竟然睡着了！”他激动地握住马林的手：“马林小姐，这简直太神奇了！”马林愣愣地看着他：“很神奇吗？”奥利弗·里昂肯定地说道：“是的，你做到了别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，我这就支付给你1枚金币。”马林慌忙摆手：“我不能接受，公爵大人并没有完全睡着。”奥利弗·里昂坚持道：“马林小姐，这是你应得的报酬，请继续努力。”马林握紧金币：“谢谢你。”他心中暗自思忖，虽然拿这种打盹的钱让我有些不安，但明天我还有机会。1周后，马林抓乱了自己的头发，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他在走廊里大步疾行，满心愤懑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讨厌睡觉？明明已经处理完了堆积如山的文件，也特意挑选了许多适合读给公爵听的书。虽然能有空闲时间看书确实不错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太过分了。”马林猛地停下脚步，他站在长长的走廊尽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大声说道：“睡眠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，一个身体不适的人，如果拒绝睡觉，又要怎么活下去呢？”他深吸一口气，虽然我真的很不想这么说，但事实就是你其实只是害怕睡觉，对吧？他单手叉腰，挺起胸膛，大声宣告：“胆小鬼！”声音在空旷的长廊里回荡，显得格外清脆。第二天，马林走在公爵府别馆的走廊上，他怀里抱着书，神情有些低落。不知道公爵今天还会不会叫我过去？前方传来一阵争执声：“他竟然让你叫他马林小姐，真是太滑稽了。”另一个声音坚定地反驳：“马林小姐是正在帮助公爵的重要人物。”马林停下脚步，这个声音是尤利亚。他躲在拐角处向前方望去，只见尤利亚正被几名女仆围在中间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其中一名女仆满脸不屑地说道：“他居然敢让你这么称呼他！你们2个都是平民叫什么小姐？”尤利亚急切地反驳：“不是那样的，马林小姐她反而……”女仆们发出一阵刺耳的讥笑声：“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那个女人不过是个来这里出卖身体的交际花罢了。”马林躲在阴影处静静地听着。另一名女仆继续说道：“她那个所谓的母亲不也是个交际花吗？摆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贵族。”尤利亚大声喊道：“不许你们那样说，罗婉娜大人！”带头的女仆被激怒了，猛地扬起手吼道：“
你一个孤儿竟敢顶嘴，看来我得再给你点教训。马林将手中的书扔出，重重砸在带头女仆的背上。带头女仆发出一声惨叫，她愤怒地环顾四周，大声吼道：“是谁扔的东西？”马林从走廊尽头缓缓走来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刚才你打算对谁动手？”尤利亚惊讶地看着来人，低声地喃道：“马林小姐。”马林看向尤利亚，尤利亚过来。带头女仆猛地揪住尤利亚的头发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你以为你能去哪儿？”尤利亚发出痛苦的惨叫。马林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他快步上前，一把扣住女仆的手腕，放开她的手。他将尤利亚拉到自己身后，低声叮嘱道：“尤利亚，站在我后面。”尤利亚颤抖着回应：“马林小姐。”那名女仆发出一声冷笑，嘲讽地说道：“一个交际花竟敢表现得这么高傲，你以为公爵大人稍微宠爱你一点，你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”姐妹们，看来有人需要一点教训。尤利亚紧张地说道：“马林小姐，这里交给我处理，请您趁现在快跑吧。”马林看着逼近的女仆们：“你觉得我会就这样站在一旁，任由你们胡来吗？”他猛地抓起厚重的书本，高高举过头顶。“来吧，感受一下书本的愤怒，离我们远点，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！”女仆们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发出阵阵惨叫。尤利亚见状也鼓起勇气冲了上去：“马林小姐，我也来帮忙。”马林赞许地喊道：“干得好，尤利亚！”两人合力与那些女仆扭打在一起，场面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。带头的女仆满脸通红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你们这些混蛋！”马林被他死死按在地上，拼命挣扎着喊道：“放开我！”对方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冷笑着回应：“没用的，不管你怎么挣扎，给我老实待着。”尤利亚见状惊叫道：“马林小姐！”她想要冲过去帮忙，却被另一名女仆狠狠推开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马林被3名女仆合力压制，他心中充满了绝望，完全无法反抗。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一声严厉的喝问：“到底在吵什么？”女仆长站在那里，面色阴沉地审视着混乱的现场。原本喧闹的走廊瞬间安静下来，女仆们吓得立刻停手，纷纷退到一旁。塞巴斯管家探出头来：“马林小姐。”马林狼狈地倒在地上，脸上带着淤青和灰尘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：“您好，塞巴斯管家。”塞巴斯管家怒不可遏，单手抓起那些围攻的女仆，像扔杂物一样将他们甩飞出去。马林一脸惊讶，他竟然单手就把他们扔出去了。塞巴斯管家俯身扶起马林，请起来。女仆长面色凝重：“尤利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尤利亚低着头，身体微微颤抖：“他们辱骂马林小姐和罗婉娜大人是交际花。”走廊里的空气瞬间凝固，塞巴斯管家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。女仆长也愣在原地，眼中满是震惊与愤怒。他难以置信地追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他愤怒地指向那几名女仆，厉声呵斥道：“你们竟敢说出这种话！他们是公爵府尊贵的客人，你们的行为是在羞辱公爵大人的名誉，简直应该把你们的舌头割掉！”那几名女仆吓得面如土色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女仆长转过身，对着马林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非常抱歉，马林小姐，这是因为我管教不严，才发生了这种事。”马林说道：“我很想说没关系，但我做不到。如果他们只是侮辱我，也许可以忍受，但他们连我的母亲也一起侮辱了，这一点我绝不原谅。”女仆长低下头：“请您下达命令。”马林眼神坚定地说道：“既然他们说话如此不负责任，我希望把他们送到一个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的地方，比如垃圾场。”女仆们惊恐地哭喊起来：“不要！”马林继续说道：“还有，请务必妥善管理这些女仆，我不希望再看到有年轻的女仆遭受这种欺凌。”尤利亚站在一旁，呆呆地望着马林的身影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女仆长再次躬身行礼，语气郑重地承诺：“是的，我保证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。”塞巴斯管家看着马林脸上的伤痕，神情变得焦急起来。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马林小姐，您应该立刻去见医生。奥利弗·里昂走了过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马林有些局促：“您好，奥利弗·里昂大人。”他心中感到一阵羞愧，竟然让他看到了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。奥利弗·里昂满心疑惑：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请先跟我来。”马林有些茫然：“去哪里？”奥利弗·里昂神色严肃地回答：“公爵大人想要见你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心中涌起一丝不安。公爵问道：“这次又发生了什么？”“我闻到了血腥味。”马林低声回答：“只是和女仆们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肢体交流。”他在心里暗自嘀咕：“这家伙是狗鼻子吗？”奥利弗·里昂在一旁补充：“女仆们侮辱了马林小姐。”公爵的声音冷得像冰。他们说了什么？奥利弗·里昂如实汇报。他们称呼他为公爵大人的交际花。公爵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。奥利弗·里昂，去把那些女仆的舌头全部割掉。奥利弗·里昂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遵命。”马林吓了一跳，连忙摆手阻止：“没必要做到那种程度，我已经惩罚过他们了，把他们发配到了垃圾场。抱歉，没有事先向您请示，就擅自行动了。”公爵发出一声轻哼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：“你只给他们那点惩罚，还真是仁慈啊。那么这次你也赢了吗？”马林愣住了，疑惑地重复道：“这次也……”他脑海中猛然闪过之前的画面，难道他连上次的事情都知道了？公爵再次开口：“我再问一遍，你赢了吗？”马林低头避开他的视线：“我又不是故意到处找人打架的，我没说。”公爵发出一声轻笑：“上次和今天你都赢了，看来我带回府邸的是个真正的斗士。”马林被这个评价惊得目瞪口呆，心中暗自腹诽：“斗士？”公爵从桌后站起身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洞察力：“就算看不见，我也能感觉到你现在有多狼狈。”马林下意识地反驳：“我没有。”公爵迈开步子，一步步逼近：“就因为我看不见，你就要对我撒谎吗？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大胆？”
他突然伸出手，精准地扣住了马林的手腕。马林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，他有些慌乱地开口：“对不起。”公爵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你的袖子破了，我会负责为你买新的。”他转头奥利弗里昂联系精品店，奥利弗里昂立刻躬身回应：“我马上发消息过去。”马林有些慌乱地摆着手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缝补一下再穿。”公爵说道：“你不需要拒绝，但也不要误解这份礼物的含义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满脸困惑地看着他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误解？公爵转过头：“奥利弗里昂，你可以离开了。”奥利弗里昂恭敬地回应：“遵命，公爵大人。”马林见状有些慌张：“带我一起走吧。”奥利弗里昂先生，公爵语气低沉地问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你不是在工作吗？看样子你还带了一本书过来。”马林紧紧抱着怀里的书，试探着问道：“我现在可以为您读书了吗？”公爵双臂交叠在胸前，脸上带着一丝从容的笑意：“当然，我可不是胆小鬼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满脸疑惑地看着他：“难道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：“那么我们开始吧。”萨兰沙漠，这片位于澳门帝国与桑德斯帝国之间的荒芜之地，栖息着数以千计的魔兽。公爵家族世世代代肩负着使命，镇守边境，阻挡魔兽从这片沙漠跨越国境进入澳门帝国。如今与魔兽的激战终于告一段落，剩下的只有班师回朝。营帐外，公爵陷入沉思：既然派出去的侦察兵一个都没有回来，我们就无法贸然前进。他抬起手托住下巴，神情凝重地问道：“还是没有汉德斯的消息吗？”身旁的盔甲卫兵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大人。”一名将领快步走近：“公爵大人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侦察兵失踪的原因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眉头紧锁地补充道：“但是，我认为您必须亲自去看看。”在不远处的密林边缘，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正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。其中一名卫兵停在巨大的花苞前，呆滞地伸出手，似乎想要触碰那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植物。就在他靠近的瞬间，原本紧闭的花苞猛然绽放，露出了一圈森白尖锐的利齿，如同一张血盆大口。卫兵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被那巨大的花口瞬间吞没。巨大的花苞在吞噬士兵后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粘稠的汁液四处飞溅。将领站在公爵身后，神情紧张地汇报：“公爵大人，因为您曾叮嘱过不要轻举妄动，所以我们在发现后立刻就撤回来了。”公爵抬起手捂住口鼻，眉头紧锁，这股甜腻的味道简直让鼻子发麻。这就是他诱惑人类的手段吗？他猛地转过身，对着后方的部队大声下令，所有人捂住鼻子，立刻后退。士兵们纷纷抬起手臂遮挡面部，惊慌地向后撤离。公爵对着身边的将领说道：“这是一种利用嗅觉攻击的魔兽，带着士兵们去尽可能远的地方等着。”将领满脸担忧地反驳：“但是这里的魔兽数量太多了，您一个人应付不来的。”公爵神色冷峻地回应：“谁能一边捂着鼻子一边用单手战斗？在这里只有我可以战斗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公爵只身冲入密林深处，周围满是扭动盘绕的带刺藤蔓。他在心中冷静地搜寻着目标：我该攻击哪里？如果是宿主的位置，应该在中心吗？他敏捷地穿梭在密集的植被间，观察着那些魔物的生长形态。从开花的样子来看，它确实在守护着中心。公爵的目光锁定了那朵散发着诡异紫光的巨大花苞，找到了。他双手紧握剑柄，猛地将长剑向下贯穿，剑尖带着破空之声，精准地刺入了花苞的最深处。随着一声沉闷的撕裂声，魔兽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在剑刃下疯狂扭动。黑色的血液如泉涌般喷溅而出，那就是公爵失明的原因。耳边传来温柔的低语：“祝你有个好梦。”公爵的手指微微颤动，从沉睡中惊醒，他猛地坐起身，大口喘息着：“这次又睡着了吗？已经很久没有做过梦了。”凯伊，我睡了多久？守候在侧的凯伊恭敬地回应：“您睡了大约1个小时。”公爵感受着身体的变化，睡眠真是奇妙，仅仅睡了1个小时，就感到如此充满活力且神清气爽，真是一个奇怪又神秘的女人，一个危险的女人。她既能将我从痛苦中解救，也可能让我永远深陷其中。公爵嘴唇轻启，我该拿她怎么办才好？马林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凌乱的头发和褶皱的衣服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天哪！”他叹了口气，难怪奥利弗里昂先生刚才那么惊讶，我现在这副样子真是太狼狈了。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马林整理了一下情绪，说道：“请进。”尤利娅推开门走了进来，神色担忧地问道：“马林小姐，您还好吗？”马林微笑着安慰道：“是的，我没有被公爵大人责备，所以别担心。你还好吗？”尤利娅轻声回应：“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，所以我完全没关系。”马林伸出手，紧紧握住尤利娅的手：“以后绝对不要再说这种没关系的话了。如果有人再找你麻烦，就跑来找我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和你一起战斗，好吗？”尤利娅注视着马林，轻声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您，马林小姐。为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也为了您愿意和我并肩作战。”马林说道：“这没什么，我心里很清楚，那些人不仅骚扰你，更侮辱了我的母亲。”尤利娅补充：“马林小姐，请对我说话更随意一些吧。”马林有些迟疑地回应道：“那个。”尤利娅凑上前去：“您的年龄比我大呀，拜托了，我求求您了。”马林无奈地笑了笑：“好吧，我会改掉敬语的。”尤利娅开心地笑了起来：“谢谢您。”她拿起梳子走到马林身后：“那么我现在为您梳头吧。如果您把裙子换下来，我也可以帮您缝补一下。”马林有些惊讶：“你还会缝补衣服吗？如果你能帮忙就太好了。说实话，因为我的衣服不多，正为此发愁呢。哦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送衣服作为礼物通常意味着什么？”尤利娅停下手中的动作：“是谁送了您礼物吗？”马林猛地一惊，慌忙摆手解释道：“不是那样的，只是刚才聊到缝补衣服，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。”尤利娅拖着下巴，
认真的思索着。在西方通常表示我想占有你，这难道不是送给恋人的礼物中最常见的含义吗？马林和母亲按照奥利弗·里昂的指示来到客厅，两人并肩站立，看着眼前出现的陌生女性，对方微笑着打招呼：“你好。”马林开口问道：“请问你是谁？”对方优雅的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伊德·斯米尔，来自布洛里亚礼服之森的设计师。接下来将由我负责为你们两位制作礼服。”马林心中一惊，那不是女主角的专属设计师吗？他礼貌的回应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马林。”罗婉娜微微躬身：“你好，我是罗婉娜。”罗婉娜压低声音对马林说道：“制作礼服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马林神色凝重，关于那件事，他看向伊德：“我母亲也能定制礼服，这真的没关系吗？”伊德微笑着回应：“当然可以，杰拉德公爵特意嘱咐过，要为你们两位同时进行量身。”马林垂下眼帘，心中泛起一丝涟漪。原本以为公爵只是送给我一件礼服，没想到他竟然连母亲的衣服也考虑到了，真没想到他还有如此体贴的一面。他转过头，兴冲冲地对母亲解释道：“最近我帮了杰拉德公爵一个小忙，作为回报，他提出要送我一件礼服。”母亲有些惊讶地听着，真感激他能想到我。伊德从随身包中取出卷尺，那么两位准备好开始测量尺寸了吗？他拉开卷尺，开始为马林测量尺寸。马林顺从地张开双臂，配合着对方的动作，神情显得从容而自然。伊德一边记录数据，一边暗自观察。他从未提及过自己的姓氏，我还以为他只是个平民，但看这副对量身习以为常的样子，绝对是一位贵族小姐。如果杰拉德公爵愿意为他定制成百上千件礼服，那么这位小姐，难道这不仅仅是礼服，而是未来的婚纱试穿？难怪公爵大人特意叮嘱我要保持安静。马林察觉到对方的视线，有些疑惑地转过头。伊德的眼神瞬间变得炽热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如果我能为未来的公爵夫人设计礼服，我那块要倒闭的小店就能名声大噪，到时候订单会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我就能彻底发财了。他越想越兴奋，动作也变得更加卖力。我一定要用最完美的服装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测量结束后，伊德收起卷尺，好了，尺寸都记录完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图册怎么样？马林点头，好的。伊德兴致勃勃地翻开图册，介绍道：“既然想要一件冬装，我推荐这种高领且材质厚实的款式。马林浅色系非常适合你，我建议第二套设计采用淡蓝色。”马林翻看着图册，这里有很多西方不常见的款式，每一件都好漂亮，但我想要一件行动方便的衣服。伊德热情地推荐：“你可以选这一件，还有那一件。”马林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只需要一件舒适的裙子。相比之下，你能为我母亲再多推荐几款吗？”伊德听后露出了惊讶的神情：“天哪，这和杰拉德公爵说的一模一样。”马林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伊德解释道：“公爵大人说，你们两位大概每人只会选一套衣服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他说他会买下店里所有的礼服系列。”马林震惊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他赶忙低下头，重新翻开图册：“我会再仔细看看的。”伊德露出遗憾的神情：“真是太可惜了。”马林走在宽敞的走廊里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“房子、食物还有钱，我已经从公爵那里得到了远超我应得的回报，现在竟然连这些昂贵的礼服也要收下吗？”良心的谴责像剑一样刺痛着他，而我能给他的回报，竟然只是读读童话故事而已。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马林！”马林猛地回过神，林正抱着一本书站在不远处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垂头丧气的？我听说你花了一整天时间挑选裙子，这件事已经传开了，是奥利弗·里昂告诉我的。”马林有些无奈地看向他，林继续问道：“所以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？”马林低声说道：“我只是担心接受了杰拉德公爵太多的恩惠，而且这些好意似乎一直没完没了。”聆听后轻松地笑了笑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的事情。公爵拥有的财富恐怕比皇帝还要多，你为什么要担心这个？”马林惊讶地瞪大眼睛：“他真的那么有钱吗？”林解释道：“公爵家族独占了所有的沙漠贸易，他简直是在金子堆里游泳。”马林愣愣地重复道：“所有的贸易？”他紧紧抱着怀里的书，即便他很富有，这种事也不能一直持续下去。我必须想办法偿还这一切。他看向林，曼德尔毒引起的胃痛到底有多严重？林有些意外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你似乎对曼德尔非常感兴趣。马林有些局促地解释：“我听说曼德尔有时也能入药，所以有点好奇，这种毒素引起的胃痛有办法治愈吗？”林一脸严肃地回应：“我可不是医生。”马林赶忙道歉：“抱歉，我只是觉得你好像无所不知。”林的神色瞬间缓和下来，甚至带着一丝得意。这倒是事实，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解毒剂，但确实有一种东西可以缓解那种胃痛。你还想要吗？马林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大声回答道：“是的。”林转身走向书架：“好吧，我去拿给你。”马林感激地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他在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，在女主角出现之前，我会尽全力帮助她。为了弄清楚曼德尔毒到底有多危险，我打算亲自尝试吃下它。马林伸手摘下一朵曼德尔，他轻声欢呼道：“找到了！”在公爵府宽阔的草坪上，马林蹲在花丛间忙碌。这里的曼德尔开得更茂盛，他一边采摘一边自言自语：“为了榨汁，得尽可能多摘一些才行。”他突然停下动作，竟然已经这个时候了，得赶紧去公爵大人那里才行，已经没时间榨汁了。他索性抓起一朵曼德尔，塞进嘴里嚼了起来。现在只能先直接嚼着吃了。马林来到房间内，现在请闭上眼睛，我要开始了。公爵微微侧过头，等等，这是什么味道？
马林捧着书愣在原地，他竟然能闻到我嚼碎咽下的花香，我自己都闻不到任何味道，他的感官真是惊人。马林回答：“我刚才吃了一些花，那个味道很困扰您吗？”公爵露出疑惑的神情：“奥利弗·里昂让你挨饿了吗？”马林连忙摆手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奥利弗·里昂大人总是让我吃得很饱，我只是因为嘴巴太寂寞了才吃的。”公爵重复着他的话：“嘴巴太寂寞了是吗？”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，看来我需要更加努力才行。为了取悦马林的嘴巴，马林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紧紧抓着手中的书本。他打算怎么取悦我的嘴巴？他在心里拼命摇头：“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快点读书吧。”马林深吸一口气，翻开书页读道：“很久以前，住着一位失去了丈夫的母亲和她善良美丽的女儿。那位善良的母亲偶然遇见了一位完美的绅士，并很快坠入了爱河。”马林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腹部传来一阵异样的绞痛。他努力平复呼吸，试图继续读下去。母亲有一天对女儿说：“我亲爱的女儿，看来你很快就要有一位新父亲了。”腹部的翻江倒海让马林几乎站立不稳，他感到一阵绝望。偏偏在这个时候肚子痛。肚子啊，你也稍微看下气氛吧。公爵微微皱起眉头，这真的是给孩子看的书吗？内容感觉完全不对劲。马林强忍着痛苦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公爵大人。”他猛地弯下腰，双手死死捂住肚子。公爵察觉到了异样，怎么了？马林在心中哀嚎：“请不要听得这么仔细啊！”他终于支撑不住，整个人蜷缩在地上。“我的肚子快要……”公爵低声说道。“去吧。”马林如获大赦，一边道歉一边跌跌撞撞地冲向门口。“对不起。”公爵独自坐在昏暗中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，随后放声大笑起来。以前见过的那些淑女，无一不是费尽心思表现得优雅得体，像这样直接冲向洗手间的女性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明天她会因为太尴尬而不敢见我吗？不过花香原来有这么好闻吗？夜色渐深，明月高悬在窗外。马林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发出一阵悲鸣。太丢脸了，以后要怎么面对公爵大人啊？他绝对笑话我了。他看着桌上的曼德尔，你这坏心眼的花。门外传来清晰的敲门声，尤利娅推开门走了进来。马林小姐，我是尤利娅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马林有些惊讶地抬起头，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尤利娅走到床边，是副官大人给了我胃药，让我过来照顾马林小姐。马林整个人僵住了。奥利弗·里昂大人也知道了，他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仿佛要冒出蒸汽一般。尤利娅见状担忧地凑上前，马林小姐，您没事吧？马林脱力地倒在床上，身体没关系，只是我的心有点……尤利娅说道，您现在看起来像是在发高烧啊，我得再去拿点退烧药过来。马林双眼失神地望着天花板，发烧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快要尴尬地死掉了。尤利娅注意到了一旁的篮子，您这里有曼德尔，我可以稍微用一点这个吗？马林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，你可以全部拿走，我现在连看都不想看到它。尤利娅笑了笑，只要一点点就够了，请稍等一下。马林疑惑地看着他的动作。过了一会儿，尤利娅将捣碎的曼德尔敷在了马林的额头上。马林疑惑地问道：“尤利娅，这是什么？”尤利娅解释：“这是我小时候学到的方法，如果把曼德尔做成药膏敷在额头上，烧很快就会退下去的。”马林感受着额头传来的凉意，惊喜地睁大眼睛，真的能感觉到热度在一点点降下来。尤利娅自豪地说道：“我小时候经常给弟弟妹妹这么做。”马林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有弟弟妹妹吗？”尤利娅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他们是一对双胞胎，现在在城堡里当见习侍从。”马林由衷地感叹道：“哇，真酷啊！”他的神情放松了许多。“谢谢你照顾我，尤利娅，真的帮了大忙。”就在这时，马林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尤利娅被吓了一跳。“马林小姐。”马林盯着纳兰曼德尔，心中思绪飞转。它会导致胃痛，绝对不能让公爵大人吃下。但如果是外敷呢？虽然不知道外敷的效果会有多大，但只要能稍微减轻一点公爵大人的痛苦，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马林转过头，再次向尤利娅道谢，真的帮了大忙，谢谢你。尤利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不用客气。第二天傍晚，马林推开了公爵房间的大门，他站在桌前，恭敬地行礼：“晚上好，公爵大人。”公爵坐在书桌后，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？马林吓得浑身一颤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昨天难道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吗？公爵发出一声轻笑，什么都没发生。马林松了一口气。今天在读童话书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请求您的许可。公爵问道。我为什么要答应你的请求？马林认真的回答。因为这件事对公爵大人会有帮助。公爵微微侧过头，你求我的事竟然会对我大有帮助？马林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是的，请相信我。不过这需要我触碰您的身体，所以想请您提前谅解。公爵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，声音变得低沉而危险。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马林吓得缩了缩脖子。我是说需要稍微触碰一下您的身体。他心里开始打鼓，难道他觉得一个平民竟敢提出这种要求太无理了吗？在他误会更深之前，我得解释清楚。公爵突然站起身，一步步朝他逼近。你这是在提前警告我，说你准备要扑向我吗？马林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他结结巴巴地重复道：扑向您。马林猛地摇头，绝对没有。公爵双手环抱在胸前，你刚才不是说要碰我吗？马林避开他的视线，看向桌上的草药。那个。公爵微微低下头。那么你打算先碰哪里？马林慌乱地挥动双手，哪里都不碰，要碰你的不是我，是别的东西。公爵若有所思，别的东西要扑向我吗？既然如此，难道是剑？果然间谍总是随身带着剑。马林气得直跺脚。什么？这家伙绝对是在戏弄我。马林深吸一口气解释道，不是剑，是花磨成的粉末。我听说这种草药对头痛有效，所以才带过来，希望能帮到公爵大人。
公爵侧过头说道：“我现在感觉非常好。”马林双手合十放在胸前：“别这么说，你每天都因为工作头痛欲裂，我会帮你降温的。就是这一次，如果没用的话，我保证不再做了。”公爵沉默片刻后回应：“好吧。”马林露出笑容：“太感谢了。”他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公爵眼部的黑色眼罩，真想把它摘下来，但他肯定会真的生气。他开口说道：“我现在要敷上去了。”公爵问道：“为什么是敷在眼睛上，而不是额头？”马林解释：“据说冷却眼睛里聚集的热量，对缓解头痛很有帮助，这是一种民间疗法。”公爵反驳：“难道这种民间疗法没说过不要用在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吗？”马林将药膏敷了上去：“对身体有好处，你就不能乖乖待着吗？难道你害怕我会对你做什么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”他有些生气地加重了手上的力道。公爵感受到眼部的压力：“你不是在故意用力按我吧？”马林收回手：“当然没有，已经弄好了。”他看着静静坐着的公爵，即便眼睛被草药覆盖着，他依然显得如此英俊。公爵开口问道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朗读？”马林猛地回过神：“糟糕，光顾着看他的脸了。”他连忙拿起书：“那么我现在开始读了。”昏暗的房间里，马林捧着书本，轻声诵读着童话故事。公爵靠在椅背上，安静地听着他的声音。马林在朗读中发现，每当他读完最后一个句子，公爵总是会准时醒来，所以他总是希望能找到更长一点的童话故事。马林合上手中的书，读完了最后一段，于是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他看着依然闭着眼睛的公爵，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睡得很香呢？我现在把它拿掉。他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接下草药。公爵突然伸手抓住了马林的手腕，这是什么？马林愣了一下，什么？公爵语气低沉地问道：“你敷在我身上的这些草药是用什么做的？”马林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：“是用公爵府花园里的杂草做的。”公爵追问：“就是你昨天说吃过的那个吗？”马林惊讶地看着他：“是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公爵平静地回应：“闻起来味道一样。”马林在心里暗暗感叹：“真是灵敏的像狗鼻子一样。”公爵继续问道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马林沉默了片刻，神情变得有些凝重：“他叫曼德尔。”自从失去视力后，公爵不得不戴上眼罩来保护过度敏感的双眼。对他而言，空气有时像刀刃一样锐利，每当触碰到眼睛，都会引起阵阵抽痛。无论睁开还是闭上，哪怕是最轻微的刺激，都会让双眼感到刺痛。但是就在今天，那种持续不断的刺痛感消失了。尽管那些浸透了眼罩的草药汁液已经接触皮肤很久，却完全没有带来任何不适。公爵独自坐在书房的办公桌前。曼德尔吗？门外传来敲门声。公爵微微侧过头，进来。房门被推开，林迈步走进房间。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？你不睡觉不代表我也不该睡。奥利弗·里昂紧随其后，他压低声音提醒：“请小声一点。”林一脸不悦：“那个小鬼只是瞎了，又不是聋了，他怎么敢在这个时间叫人过来？”奥利弗·里昂无奈地看着他，对公爵大人直呼其名，是不是不太妥当？林理直气壮地对公爵说道：“如果你看我不顺眼，就把我从这个特别职位上开除啊！反正等我回到家，我也会是公爵。”公爵反问：“你真的觉得你家里人会在你回去后把爵位交给你吗？”林挑起眉毛：“要我给你看那些求我回去的信吗？”奥利弗·里昂叹了口气：“公爵大人，实际上林大人为了研制恢复您视力的新药，已经连续3天没合眼了。”林猛地打断他：“奥利弗·里昂！”他挥着手试图堵住奥利弗·里昂的嘴：“闭嘴！听到了吗？”奥利弗·里昂继续说着：“他没睡觉，所以现在脾气有点暴躁。”公爵冷哼一声：“对你的雇主还真是忠心耿耿。”林抱着枕头准备离开：“有什么问题快点问，我现在就要去睡觉。”公爵问道：“你知道曼德尔这种植物吗？”林露出惊讶的神情：“最近很多人都对那种杂草产生了兴趣。”公爵靠在椅背上：“难道是指临时工吗？”林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我很中意他，不如把他交给我怎么样？”公爵说道：“临时工不是物品。”林显得有些困惑：“你甚至不愿直呼他的名字，却还要说出这种话吗？”公爵的微微扬起嘴角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为什么你不明白呢？临时工已经属于我了。”林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：“这个面对无数贵族小姐的诱惑都从未动摇过的男人，竟然会说出这种话？”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奥利弗·里昂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疑惑。奥利弗·里昂，这家伙以前说过这种话吗？奥利弗·里昂显得有些局促。没有。林沉默了片刻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既然如此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，不是吗？他轻声说道。好吧，我会记住这件事的。马林坐在华丽的会客室内。您说有事要商量，所以我过来了。他在心中暗自揣摩，难道是因为曼德尔的事情才叫我来的吗？看他一直不说话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。他注视着公爵，是因为一直待在阴暗的房间里吗？他的皮肤比大多数贵族小姐还要苍白，他几乎没怎么合眼，也没晒过太阳，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还健康。公爵终于开口打破了寂静。雇员马林挺直了脊背听着。公爵继续说道：“你最近为我做了很多事，所以我要给你奖励，说出你的愿望。”马林愣住了，有些不敢置信：“您说什么？”他心中一阵慌乱，太突然了，现在就要给我奖励吗？公爵没有理会他的惊讶，自顾自地开始了倒计时。1987。马林急忙摆手：“请等一下，公爵大人，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。”倒计时在耳边无情地回响。654。马林的大脑瞬间乱成一团，该死，我到底该说些什么？他猛地喊出了声：“散步！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困惑：“散步？”马林僵在原地，内心发出了绝望的呐喊：“我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”公爵认真思考这个提议，原来如此。听说狗每天都需要散步一次，抱歉，我之前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马林急得直跳脚，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强撑起笑容解释：“是为了锻炼身体啊。我觉得您偶尔去散步会对健康有好处。既然现在是晚上，不如就试着出去走一走。”公爵双手抱胸坐在沙发上，神色冷淡地反问道：“我看起来像是身体需要锻炼的样子吗？”马林神情严肃地回应：“公爵大人，您看起来非常强壮。”公爵轻笑一声：“既然是你的愿望，你大可以不必否认，这就是我觉得你很有趣的原因。”马林垂下头，懊恼地咬着嘴唇，真是太丢脸了。公爵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襟：“我现在就满足你的愿望。”马林愣在座位上：“什么？”公爵转过身：“走吧，去散步。”马林在心中疯狂呐喊：“我可没说要和你一起去啊！”夜色笼罩着庄园，微风拂过草地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马林站在花园中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看向公爵：“我以前经常来这里采花，却从来不知道夜晚的景色竟然这么美。”公爵的手掌稳稳搭在他的肩头，这里的夜景确实比白天更迷人。晚上的空气很凉，你冷吗？马林摇了摇头，一点也不冷。事实上，您的体温非常暖和。他心中感到一阵宽慰，看来公爵也很享受这次散步，而且他似乎并不介意，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像这样在深夜散步，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公爵大人，路灯的光亮还可以吗？公爵微微点头，多亏了你现在没什么问题。自从涂抹了曼德尔之后，这种程度的光亮我已经可以忍受了。马林松了一口气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可惜不能让您亲眼看到这片美景。公爵忽然松开了搭在马林肩上的手，独自迈步向前走去。马林愣了一下，急忙在身后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，独自走动很危险的。”公爵独自伫立在月光下的花海之中，任由银色的光辉洒满全身。他抬起手，指尖勾住脑后的丝带，轻轻一拽。马林发出一声惊呼，他竟然摘掉了眼罩。她真美，那双眼睛清澈而明亮，像是从纯净雪花中诞生的精灵一般。公爵微微侧过头，他低声问道：“我很可怕吗？”马林猛地回过神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。公爵手里攥着那条黑色的丝带，一步步向他走来。“我很令人厌恶吗？”马林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公爵低沉的声音在夜色中散开：“还是说我看起来像个怪物？”马林猛地一颤，他急忙摆手解释道：“完全不是那样。”公爵停下脚步：“那为什么你要往后退？”马林深吸一口气，坦诚地回答道：“因为您太美了。”公爵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马林脸上泛起红晕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：“我只是被您惊人的美貌吓到了。”公爵发出一声轻笑，他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抚过马林的脸颊：“那真是太遗憾了，真希望我现在就能看见你脸上的表情。”自从失去视力后，他的瞳色便从黑色转为了银色，银色是怪物的颜色。他曾无数次怀疑自己是否也变成了一个怪物，因此直到现在，他都一直隐藏着这双眼睛。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喊声：“公爵大人！”马林和公爵同时转过头去。奥利弗·里昂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神色慌张。公爵微微皱眉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奥利弗·里昂手里紧紧攥着一封信，声音颤抖着说道：“有一封急信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：“伯爵和伯爵夫人已经去世了。”公爵僵在原地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“我的姐姐去世了。”莫妮卡双手叉腰，笑盈盈地打招呼道：“黑小鬼！”杰拉德坐在地毯上摆弄着玩具：“我不是小鬼。”莫妮卡走到他面前：“你就是个小鬼，你甚至还没到我的腰部呢。”杰拉德猛地站起身：“都说了我不是小鬼。”莫妮卡语气轻快地问道：“哎呀，生气了吗？要吃糖吗？”杰拉德双手抱在胸前，扭过头去说道：“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我再也不要和姐姐一起玩了。”莫妮卡狡黠地笑了笑：“你会后悔的哦。”杰拉德毫不退让地回应道：“我才不会后悔。”莫妮卡拿出一团棉花糖，看到这个之后，你确定真的不会后悔吗？杰拉德愣住了，盯着那团粉色的东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忍不住发出了惊叹：“这是糖吗？看起来像云朵一样。”莫妮卡看着他兴奋的样子，得意地说道：“这是我专门为我们家的小家伙从天上摘下来的云朵。为了我们家的小家伙，姐姐不仅能摘下云朵，甚至连星星也能摘给你。”他伸出小拇指，语气温柔地叮嘱道：“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要一直陪我玩哦。”拉钩约定。杰拉德开心地勾住姐姐的手指：“好的。”然而我能履行与姐姐约定的那一天，却再也没有到来。那是因为我血脉中的秘密觉醒得太早了。杰拉德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捂着脑袋尖叫道：“我的头好痛，耳朵也好痛，身体像被针扎一样，哪怕是最微弱的呼吸声，在杰拉德耳中也如同爆炸般剧烈。”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能死命捂住耳朵大哭。莫妮卡流着泪，他都痛苦成这样了，你们为什么不过去安慰他？妈妈紧紧按住莫妮卡的肩膀，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我们不能那样做。”莫妮卡哭喊着：“为什么不行？他那么痛苦，难道不应该抱抱他安慰他吗？他才只有5岁啊！”从那天起，杰拉德被彻底隔离，独自生活在高塔之中。在听父亲讲述了血脉的秘密后，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练习控制自己的感官。当独自度过的时光变得远比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还要漫长时，那个曾经爱笑活泼的杰拉德彻底变得冷漠且毫无感情。他总是独自待在空旷冰冷的房间里，任由寂静将自己淹没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声音打破了死寂：“黑小鬼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”杰拉德微微一颤，缓缓抬起了头。他猛地转过身，冲向窗边。这个声音。莫妮卡站在高塔下的草坪上，仰起头，大声喊道：“我知道，即使在这里，你也能听到我的声音。什么血脉的秘密，全都是胡扯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已经把一切都弄清楚了。他们说，即使隔得很远，你也能听到我的声音。”莫妮卡垂下眼帘：“父亲大人，真是太过分了！怎么能不让你见我一面，就让我这样去结婚呢？”
他重新抬起头，对着高塔上的杰拉德说道：“小家伙，我要结婚了。那个人不仅长得英俊，而且性格非常温柔，所以我决定嫁给他，我会过得很好。所以等你从这里出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来南方看我呀。”莫妮卡伸出小拇指，好吗？杰拉德站在窗边，小拇指微微颤抖着。莫妮卡的泪水止不住地滑落。不知道我们家的小家伙现在是不是已经长到我的腰部了？我真的很想亲眼看看你长大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杰拉德，我甚至都没能抱抱你。杰拉德紧咬着牙关，嘴唇颤抖着。一个石头从上方坠落，重重地摔在莫妮卡眼前的草地上。莫妮卡弯腰捡起石头，上面绑着一张字条：“姐姐新婚快乐。”莫妮卡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哽咽着说道：“这个小家伙，真是的。”杰拉德站在高塔的窗后，他轻声的喃道：“要过得好好的，一定要幸福啊，姐姐。”雨水冲刷着宏伟的庄园建筑，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门廊前。奥利弗里昂恭敬地呈上一根精致的手杖：“公爵大人，这是林大人送来的。”公爵接过手杖，低声自语道：“这是一根手杖啊。”他握住手柄，轻轻一抽，一节冰冷的剑刃显露出来。他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，等一下，里面竟然藏着刀刃吗？公爵迈步走下台阶，告诉林，他做得很好。奥利弗里昂微微躬身，是的。急促的脚步声在雨中响起，鞋底踩过积水的地面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。马林拎着手提箱，气喘吁吁地跑向马车。公爵大人，请让我也一起去吧。公爵说道。我听奥利弗里昂说，你不能坐马车，这样也没关系吗？马林愣了一下，没关系的。公爵提醒道，就算你坐上车，接下来的行程也会是强行军般的急行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不要勉强自己。马林神色担忧地看着公爵，你最近几乎没怎么合眼，如果我在马车里为您读故事的话。公爵打断了他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马林递出一个木盒，那么请至少带上这个，这是曼德尔。公爵接过木盒，好吧。他转过身，带着木盒登上了马车。马车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，车轮开始转动，缓缓驶离了庄园。马林站在雨中，望着远去的马车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我很害怕，希望没有人会受伤，请平安归来。公爵坐在车厢内，像是听到了那声细微的祈祷，低声回应道：“我会小心的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他大声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一只拳头猛地砸在桌上。什么？公爵要过来？烛火摇曳，映照着男人焦虑而愤怒的面孔。我明明告诉过他不要过来，他的眼睛还没好利索呢。一只白皙的手轻轻搭在男人的肩头。亲爱的，别这么激动，既然他已经在路上了，我们现在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给他准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了。阿德里安伯爵家的宅邸前，管家莫罗神色慌张地迎上前去。公爵大人，感谢您不远万里亲临。公爵手持黑色手杖，在奥利弗里昂的陪同下步入大厅。奥利弗里昂问道：“我明明送信告知过，会在葬礼前1天抵达。伯爵家的小姐和少爷在哪里？”莫罗支支吾吾地回应：“那个。”窃窃私语声传来，公爵竟然真的来了！一个瞎子为什么要特意跑到这种地方来？隔着这么远，他怎么可能听到我们在说什么？杰拉德微微侧过头，捕捉到了那些细微的声音。基利安男爵轻咳一声，挽着身边的女伴，快步走下台阶。欢迎您的到来，公爵大人。尽管您双眼不便，还是不辞辛劳远道而来。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，一定会为您准备一场欢迎宴会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吧？这位是我的未婚妻。红发女人微微躬身行礼，能见到公爵大人是我的荣幸。我叫格尔米亚·罗斯。公爵开口问道：“我的侄子和侄女们在哪里？”基利安男爵愣了一下，支支吾吾地回答道：“那个。”他抬起手擦拭着眼角，露出一副哀伤的神情。或许是因为打击太大了，他们一直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。奥利弗里昂说道：“即便如此，既然公爵大人亲自到访，他们理应出来迎接。”基利安男爵露出一副无奈的神情。事实上，我刚才还严厉地训斥了他们。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公爵猛地将黑色手杖重重击向地面，发出一声沉闷而巨大的震响，大理石地面随之裂开细纹。基利安男爵和格尔米亚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浑身一颤，他怒吼道：“这是何等的失礼！我们现在正处于哀悼期。”公爵面色阴沉，既然知道是在哀悼期，你竟然还提什么欢迎宴会？基利安男爵慌乱的摆手：“不是那样的。”公爵从他身边走过，语气冰冷的命令：“立刻把我的侄子和侄女们带到我面前。”管家莫罗走上前来：“我会为您引路的，请先一步到会客室。”格尔米亚亦露出一副委屈的神情：“天哪，公爵大人真是太过分了！仅仅因为亲爱的只是个男爵，就如此目中无人的无视你。如果亲爱的已经是伯爵了，他绝对不敢这样无礼。”基利安男爵深情地看着他：“格尔米亚，我会立刻让你成为伯爵夫人的，只要再等1天就好。”两人紧紧相拥。格尔米亚说道：“亲爱的，我一直都在告诉你，我只需要你一个人。”他的眼神变得冰冷而阴沉，心中暗自盘算：那个男人绝对不该在葬礼结束前赶到的。看他如此急切地赶来，难道他对他姐姐的感情比我想象中还要深厚？他的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弧度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对他严加防范了。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基利安男爵在走廊里焦躁地踱步。该死！他想起那个总是干涉他一切行动的嫂子，心中充满了怨恨。那对姐弟简直就是我的眼中钉。他停在紧闭的房门前，神色阴晴不定。公爵肯定已经起疑了，我不能不让他见那些孩子。目前只能先对那几个小鬼加强监视了。他转动钥匙，解开了缠绕在门把手上的沉重锁链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只要能撑到明天，伯爵的头衔终将属于我。他猛地推开房门，大声问道：“你们都老实待着吗？”房间内，迪亚猛地站起身，警惕地盯着门口。加内特紧紧搂着年幼的妹妹卢比亚娜，面色凝重。基利安男爵说道：“
你们的舅舅来了，去见见他。加内特忍无可忍的吼道：“你算哪门子舅舅？”他猛地站起来：“你这个恶魔，把我们关在这里，还把我们最小的弟弟藏了起来。”基利安男爵语气阴冷：“这就是你对叔叔说话的态度吗？”迪亚见状，立刻挡在加内特身前，惊慌的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加内特不甘的喊道：“姐姐！”迪亚拦住加内特，低声下气的对基利安男爵说道：“我会好好管教他的，所以请原谅他这一次吧。”基利安男爵冷哼一声：“今天我就放过他，但你要记住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。”迪亚低下头回应：“谢谢您。”基利安男爵说道：“杰拉德公爵已经到了。”迪亚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基利安男爵说道：“待会儿在公爵面前，我们要表现得像以前那样和睦。”他露出一抹虚伪的微笑，毕竟我们曾经的关系不是很好吗？迪亚垂下眼帘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心中满是厌恶，却只能死死攥紧拳头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按照约定的那样做，明天你一定会让我们见到佩里多特，对吧？基利安男爵转过身，那得看你们的表现了。在公爵面前，你们必须谨言慎行，举止得体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们真的想见到自己的兄弟。今晚的晚宴，穿上你们最体面的衣服下来。既然公爵已经到了，你们理应去向他问候。房门被重重关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加内特猛地冲到迪亚面前，愤怒地喊道：“姐姐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对那个恶魔表现得那么卑微？”迪亚神色黯然地回答道：“如果不这样做，叔叔可能永远不会让我们见到佩里多特。”加内特咬紧牙关，身体因为愤怒和不甘而微微发抖，小声问道：“姐姐，我们明天真的能见到佩里多特吗？”迪亚将妹妹搂进怀里：“是的，我们一定会的。”仰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微弱的希望：“姐姐，也许公爵大人能帮我们。”加内特冷哼一声：“他是个连看都没来看过我们一眼的人，对他来说，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。连那个我们曾经亲近的叔叔都背叛了我们，一个活得像陌生人一样的人，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？”低声说道：“但是妈妈总是说，她永远都会保护自己的家人。”半个月前，佩里多特欢快地跑向迪亚：“迪亚姐姐，爸爸妈妈说要给我买生日礼物，我们决定一起去挑选。”迪亚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哇，真的吗？那太棒了！”马车旁传来了催促声：“佩里多特，快上车，马夫在等着你呢。”佩里多特说道：“我得走了，姐姐，我会回来的。”迪亚温柔地叮嘱道：“别惹麻烦，要小心点。”佩里多特笑着应和道：“好的。”那是迪亚最后一次见到佩里多特和父母。不久之后，父母的遗体被发现了，但佩里多特却彻底失踪了。我必须找回佩里多特，但我知道自己需要大人的帮助。我首先想到了父亲的家臣们，然而有些人刻意躲避着我，有些人的行踪则变得无从知晓。迪亚感到一阵恶寒，这不对劲，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。他推开沉重的大门，找到了自己的叔叔。叔叔，我该怎么办？基利安男爵转过身：“怎么了，孩子？你的脸色苍白得像个鬼魂。”他随即对旁人吩咐道：“快去叫医生来。”迪亚急切地说道：“我联系不上任何家臣，也没有人愿意跟我见面，这太奇怪了。甚至没有人试着去寻找佩里多特，请帮帮我。”基利安男爵叹了口气：“亲爱的，原来发生了这种事。既然其他人都保持沉默，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大吵大闹？”迪亚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基利安男爵逼近迪亚：“你觉得家臣们为什么要躲着你？你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去寻找佩里多特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如果你想再次见到佩里多特，就在葬礼结束前保持安静。”迪亚难以置信：“不可能，是你把佩里多特藏起来了吗？”基利安男爵挥手给了迪亚一个耳光：“你说话太不小心了，回你的房间去，和你年幼的弟弟待在一起。”他冷冷地补充道：“谁知道呢？如果你乖乖待在黑暗里，佩里多特或许就会回到你身边。”迪亚捂着红肿的脸颊：“如果我照做的话，你真的会让我再见到他吗？”基利安男爵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只要你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保证会让你们再次见面。”他俯视着迪亚：“所以别再闹事了，安静地离开。”迪亚紧紧搂住怀中的卢比亚娜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。”记忆中，年幼的迪亚问道：“为什么公爵大人不来看我们？他是妈妈的哥哥呀。”莫妮卡温柔地抚摸着迪亚的头：“维恩斯家族有很多敌人，所以公爵大人正忙着保护迪亚和这个家，即使他想见我们，也抽不出时间。如果以后发生了什么事，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维恩斯家族的继承人会守护维恩斯，那位年轻的主人会保护你们所有人。”迪亚沉思着，那位从未回过信的公爵真的会保护我们吗？公爵站在窗前，双手抱胸：“我恨不得立刻将基利安男爵撕成碎片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凯伊已经在追踪那个男人的行踪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抓住他的狐狸尾巴。”奥利弗里昂走进房间：“公爵大人，基利安男爵似乎为了明天的葬礼在匆忙准备。大多数南方贵族都表示从未收到过通知，而且伯爵和伯爵夫人的遗体受损严重，所以他们被立即火化了。”公爵猛地咬紧牙关，他竟然敢在家族最后的时刻也如此亵渎吗？马林看着书桌的地图上，满脸不可置信的惊呼：“这不可能是真的！公爵真的在1周内就赶完了那段路程吗？即便以最快的速度行驶，至少也需要10天时间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那么讨厌噪音，能忍受旅途的喧嚣吗？他有好好吃饭吗？算算时间，他带的干粮应该已经吃完了。我当初真该教他怎么做饭的。最让他揪心的是睡眠问题，无法入睡才是最大的麻烦。我真的应该陪他一起去的。”马林垂下眼帘，心中充满了懊悔。我明明夸下海口说要帮他入眠，结果却连马车都没能坐上去跟过去，我真是太没用了。林出现在他身后：“你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？”马林猛地转过头，被眼前出现的陌生面孔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谁？”林神情从容地回应：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是林的哥哥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原来这就是林长大后的样子吗？
他姓桑特，那是北方公爵家族的姓氏。为什么北方的年轻公爵会出现在西方？这在原著故事里根本没有提到过。林淡淡地问道：“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马林解释：“不是的，只是你看起来和林大人太像了，我不自觉就看呆了。”林微微挑眉回应道：“是吗？”马林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抱歉，我还没介绍自己，我是马林。林礼貌地点了点头，很高兴见到你，马林。不过，我们真的长得那么像吗？马林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我想林大人长大后肯定也会变成你现在的样子。”聆听后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那对他来说倒是一件好事，这意味着他长得像帝国最俊美的人。马林由衷地赞叹道：“我从未见过像您这样优雅又迷人的人。”林被这直白的夸奖弄得有些局促，他避开视线，拿出帕子擦拭着眼睛。“我明白了，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为什么你刚才看起来那么严肃？”马林的神色暗淡下来。“我只是在想公爵大人现在怎么样了。这件事一整天都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”林看着他，一整天吗？听起来你真的很担心他。马林愣住了。我在担心公爵大人吗？他慌忙摆手否认。那不可能。林看着马林慌乱的样子，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。哎呀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马林的脸颊微微泛起红晕。我想是的，他是帝国最强大最可靠的男主角，他注定会克服重重磨难，最终抵达幸福的终点。他本该是那种完全不需要我操心的人。马林单手托腮，可为什么我就是无法停止对他的担心呢？马林站在马厩前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他抚摸着马儿，心中满是忧虑，到底还要练习多久才能像阿德里亚伯爵那样一口气奔向遥远的地方？马儿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低落，亲昵地凑近马林，用头轻轻蹭了蹭他的脸颊。马林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逗笑了，他轻声问道：“哈，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真是个贴心的小家伙。”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马林回过头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来人。塞巴斯管家。塞巴斯停下脚步，双手交叠在身前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您，是什么风把您吹到马厩来了？马林解释道：“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整理一下思绪。”塞巴斯的语气中透出一丝怀念。以前我还是骑士的时候，每当心事重重，也总会偷偷躲到这里来。看来今天是旧习惯又把我带到了这里。马林若有所思的回应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他在心中暗自揣摩，管家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太好，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如此困扰？他走到马儿身边，这匹马我一直都在悉心照料，能看出来吗？塞巴斯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它看起来非常漂亮，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毛色发亮，显得很健康，一眼就能看出它是被公爵家珍视的马匹。这匹马曾属于那位小姐，我是说阿德里亚伯爵夫人。”马林惊讶地轻呼出声。塞巴斯陷入了回忆，伯爵夫人真的很喜欢骑马，她以前经常缠着我让我教她剑术，但那时我忙于副团长的职务，没能如她所愿的经常教导她。马林感叹道：“她一定是个非常活泼的人。”塞巴斯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他是个非常有精神的人。马林看着塞巴斯落寞的神情，心中泛起一阵酸涩。现在的管家内心该有多么痛苦呢？马林看着塞巴斯抚摸马匹的手，我应该退到一旁，好让他能安静地缅怀伯爵夫人。他开口说道：“那么我先告辞了。”塞巴斯回过神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哈哈，我不小心说的太多了。刚才看您的脸色不太好，如果您有什么烦恼，我可以听您倾诉。马林沉默了片刻，低声回应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的骑术能再好一些，也许这次就能陪同公爵大人一起去了。”塞巴斯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：“您是在想这件事吗？”马林干笑两声：“就算我去了，大概也帮不上什么忙吧。”塞巴斯注视着马林，神情变得郑重起来。“既然如此，您愿意跟我学习骑马吗？”马林愣住了。“如果您愿意教我，我当然非常乐意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占用您的时间了？”塞巴斯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完全不会。”他将手放在胸前，眼神中透着一种决绝。“我一直很后悔，当年在伯爵夫人恳求我时，没能多教她一些东西。我不想再体会那种遗憾了。如果您能学一些防身剑术，也是极好的。您对剑术不感兴趣吗？”马林有些犹豫，倒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现在才开始学剑术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塞巴斯神情温和而坚定：“学习永远不会太晚，马林小姐。而且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这或许还能帮到公爵大人。”马林眼神逐渐变得明亮且坚定。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”他握紧双拳，充满活力地喊道：“请务必教我骑马和剑术，我会非常努力的，绝对不会让您后悔。”塞巴斯看着眼前充满干劲的少女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“很好。”华丽的宴会厅内，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与美酒，烛光摇曳，映照着精致的餐具。迪亚坐在餐桌前，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食物，在哀悼期间举办如此奢侈的宴会，真是讽刺。不过我应该心存感激才对，至少这样能让我的弟弟妹们吃饱肚子。侍者推开沉重的宴会厅大门，高声宣布道：“公爵大人驾到！”基利安男爵站起身，欢迎您的到来，公爵大人。迪亚扶着桌沿站起，那个人就是杰拉德公爵吗？公爵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大厅，周身散发着一种压抑而神秘的气息。迪亚心中暗自惊叹，他长得真像母亲。公爵停在餐桌旁，基利安男爵显得有些局促，他连忙站起身：“请入座，公爵大人。”他转头看向孩子们，快向公爵大人问好。迪亚微微躬身：“初次见面，公爵大人，我是长女迪亚。”他指着身边的孩子们继续介绍：“这是次女加内特，坐在末席的是最小的妹妹卢比亚娜。”小声嘀咕着：“哇，她真的好高。”基利安男爵说道：“既然公爵大人今天大驾光临，
我特意叮嘱厨师要格外用心准备这顿晚餐。虽然您无法亲眼欣赏这些佳肴，但希望您至少能享受它们的美味。杰拉德沉默地坐着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奥利弗里昂向众人转达：公爵大人说他今天没有胃口，请各位先用餐吧。基利安男爵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鸷。明明是个瞎了眼的废人，居然还守着那点可笑的自尊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：那我们就开始用餐吧。餐具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餐厅里回荡，孩子们正埋头享用着丰盛的食物。卢比亚娜开心地说道：“姐姐，这个真好吃。”迪亚看着妹妹，语气温和地问道：“吃饱了吗？应该不饿了吧？”加内特说道：“姐姐，你盘子里还剩了不少呢。”迪亚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已经吃得很饱了。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，奥利弗里昂立刻会意，他上前一步：“各位小姐，既然用餐已经结束，能否请各位将餐桌空出来？”他看向一旁的侍女，吩咐道：“去小姐们的房间里准备好茶点。”侍女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走到迪亚和加内特身边，低声引导着：“请往这边走。”基利安男爵看着被带离的孩子们，满脸惊愕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他对着公爵怒吼：“公爵大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要突然把我的侄女们赶走？”公爵沉默地坐着，手指轻轻摩挲着餐刀的边缘。基利安男爵气得浑身发抖，就算您是公爵，也不能这样无理的对待。话音未落，杰拉德公爵手中的餐刀猛地挥出，一道寒光闪过，精准地擦过基利安男爵的脸颊，鲜血滑落，他惊恐地僵在原地。公爵缓缓收回手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安静点。”基利安男爵捂着受伤的脸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为什么要突然扔出刀子？帝国是有法律的，您不能无缘无故伤害另一位贵族。”奥利弗里昂发出一声轻叹：“哎呀！”他从怀中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，走到基利安男爵身边，说道：“您流了不少血呢，请冷静下来，先用这块手帕止血吧。”基利安男爵一把夺过手帕，愤怒地喊道：“拿过来！”奥利弗里昂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：“那块手帕你已经收下了。”基利安男爵愣住了，公爵冷冷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就是决斗了。”他握紧黑色手杖的柄部，猛地向上一抽，伴随着金属摩擦的锐利声响，一柄细长而冰冷的剑刃从手杖中脱壳而出。公爵单手持剑，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肃杀之气。迪亚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决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必须亲眼确认这一切。他停下脚步说道：“我会留在这里。加内特，帮我照顾好鲁比亚娜。”加内特神情凝重地回应道：“好吧，但你一定要回来，把一切都告诉我，明白吗？”迪亚轻声承诺道：“我会的。”奥利弗里昂走上前劝阻道：“小姐，我们该回去了，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不适合您观看。”迪亚摇了摇头拒绝道：“没关系，请让我留在这里。反正再过几个月我就成年了，而且作为阿德里安家族的长女，我必须见证这一切。”他按住胸口，我必须亲眼确认这座宅邸里发生的一切。基利安男爵惊恐地向后退去，这根本就是欺诈，应该作废。公爵手持长剑，沉默地挡在他面前。基利安男爵猛地转过头，发现迪亚正站在不远处。迪亚，你没走，那你一定看到了吧？我根本没有同意决斗，对不对？迪亚平静地回应：“我看到你接过了那块白手帕，我也听到了公爵大人正式宣布决斗的消息，那是决斗的正式程序。”基利安男爵咬牙切齿：“什么？你竟敢！”公爵挥动长剑，剑尖瞬间抵在基利安男爵的颈间。基利安男爵发出一声惊叫，公爵俯视着他：“决斗的时候，你不该移开视线。”冰冷的剑刃紧贴着皮肤，基利安男爵浑身颤抖地哀求道：“公爵大人，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但请原谅我。”他跪在地上拼命求饶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帝国之盾的对手。公爵语气冰冷地回应道：“既然你心里清楚，你竟然还敢做出那种事！”基利安男爵脸色惨白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公爵握剑的手微微用力，声音中透着彻骨的寒意：“像你这种蝼蚁，竟然也敢对我的人下手！”基利安男爵语无伦次地辩解道：“这全都是误会。”迪亚开口说道：“请等一下，公爵大人。”基利安男爵拼命向迪亚求救：“迪亚，你知道这都是误会对吧？快帮我解释清楚！”迪亚快步走上前，声音冰冷地问道：“佩里多特在哪里？”基利安男爵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迪亚猛地揪住他的衣领，愤怒地吼道：“我问你，佩里多特在哪里？把我的弟弟交出来！我不在乎你的死活，只要把我的弟弟还给我！”基利安男爵颤抖着回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迪亚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：“什么？”基利安男爵继续说道：“我也一直在找佩里多特。”迪亚咬紧牙关：“你把我们关起来，让我们挨饿，还说佩里多特就在你身边，现在你竟然说不知道！”他歇斯底里地尖叫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奥利弗里昂惊呼道：“小姐，请冷静一点。”基利安男爵咬紧牙关，可恶！他猛地伸出手，一把将迪亚拽到身前。所有人都给我停下！他从怀中掏出一把短刀，抵住迪亚的咽喉。谁要是再敢靠近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他神色癫狂地吼道：“我会动手的！”公爵站在对面，你觉得你能承担后果吗？基利安男爵歇斯底里的叫嚣：“你以为我不敢吗？”公爵缓缓抬起手中的长剑，他猛地挥剑，剑锋在空中划出一道巨大的弧光，精准地掠过基利安男爵的头顶。基利安男爵僵在原地，一缕断发缓缓飘落，剑尖停在他眼前。他瞪大双眼，瞳孔因极度的恐惧而颤抖，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呻吟。他脱力地松开迪亚，整个人瘫倒在地。公爵收起长剑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神情冷峻而威严。迪亚惊魂未定，他死了吗？他跌坐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奥利弗里昂说道：“基利安男爵将被处以极刑，他的尸首会
会展示在所有南方贵族面前，让世人都清楚，手伸向公爵家的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。现在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和你的家人了。迪亚愣在原地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母亲，您说的对，公爵在守护着我们，这一切竟然是真的。第二天，凯伊跪在公爵面前汇报，我们没有发现幕后主使的任何踪迹。那个女人似乎在消失前清理了所有的线索。公爵说道，难道我是那个预料之外的变量？我原以为他会再利用基利安男爵一段时间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公爵大人。公爵收回思绪，进来。房门缓缓开启，奥利弗里昂领着迪亚走进房间。小姐说有话想亲自对您说，所以我带她过来了。迪亚走到公爵面前，深深的鞠了一躬，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一旦找到佩里多特，剩下的事情我们就能自己处理了。公爵沉默片刻，随后平静的开口，我会成为你的监护人。迪亚猛地抬起头，惊讶的问道，什么？奥利弗里昂说道，这件事情背后显然还有主使者，在抓到他们之前，你需要保护。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危险。迪亚轻声回应道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那么请允许我们留在这里，直到找到佩里多特为止。窗外一只黑鸭振翅飞起，公爵突然问道，这附近有没有尖塔之类的建筑，或者至少是能让鸟类栖息的高处？迪亚有些困惑的回应，如果是那种地方的话，在宅邸后方的小森林里藏着一座古老的寺庙钟楼。公爵迈开脚步，径直向门口走去。迪亚急忙问道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杰拉德头也不回的说道，没时间解释了，立刻带我过去。莫妮卡在信中写道，黑小家伙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虽然你已经长大了，但你应该不会因为我叫你小家伙就生气吧？公爵坐在书房的桌前，手里拿着这封信，静静的阅读着。莫妮卡继续写道，这里不像西方，总是很温暖，是一个没有怪物出现的和平之地。如果走在路上能突然冒出一只怪物就好了，那样我就能向丈夫展示我的剑术了。公爵看着信纸，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。莫妮卡在信中提到，几天前我独自散步时发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和你曾经住过的塔楼很像。走进那里的时候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念你，所以我在那里装满了你以前喜欢的玩具。虽然这些东西你现在可能已经不需要了，但我想要一个可以尽情思念你的空间。我希望有一天能邀请你来到我的秘密基地。天哪，我的秘密基地来了一位新客人，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偷偷跟着我过来了，他非常喜欢这里，一直说这里太棒了。他在屋子里到处乱窜，最后钻进了柜子后面躲了起来。我希望这孩子长大后能像你一样，你们两个真的很像。不过为什么小孩子都这么喜欢秘密呢？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地方传给我们的佩里多特。来自爱你的姐姐。黑暗潮湿的角落里，佩里多特蜷缩着身体，双手紧紧抱着膝盖。我好饿，早知道就该把藏起来的零食省着点吃，存下来的雨水也快喝光了。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他轻声呼唤道：“妈妈。”莫妮卡跪在草地上，双手紧紧抓着佩里多特的肩膀，她的礼服上沾染着大片血迹。佩里多特，你还记得妈妈说过的话吗？如果数到500，妈妈还是没有回来，你就要立刻跑掉，躲进那个秘密房间里去。佩里多特哭得满脸泪痕。妈妈，我不能和你一起走吗？莫妮卡神色凝重地叮嘱道。我会甩掉那些坏人，马上就回来。在我回来接你之前，无论谁叫你都不要出去，即使是你的姐姐们叫你也不要回答，明白了吗？他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变得更加低沉。如果我太迟了，就一直等到杰拉德公爵过来，你的舅舅会找到你，并保护你的。阴云笼罩着远处的尖顶建筑，四周一片死寂。公爵站在厚重的木门前，伸手握住冰冷的门把手，用力转动了几下，门锁发出沉闷的碰撞声，门锁住了。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奥利弗·里昂。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在不吓到孩子的情况下打开这扇门？奥利弗·里昂猛地一惊，难道说佩里多特小少爷就在里面吗？迪亚立刻冲到门前，用力拍打着厚重的木门。佩里多特，你在里面吗？你能听到姐姐的声音吗？如果你在里面，求求你，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好。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。迪亚无力地垂下头。公爵大人，佩里多特似乎不在这里。如果他在里面，听到我的声音，一定会马上回答的。我从未见过佩里多特出入这座塔楼，您真的确定他就在这里吗？公爵沉思着，他肯定在这里。既然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却无法出来，那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公爵平静地分析着，他可能认为家人正受到威胁，所以不敢贸然现身。迪亚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他才只有6岁，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想法？公爵沉声说道：“一定是你的母亲事先警告过他。”迪亚猛地一怔，他捂着额头，神情焦急地问道：“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难道要直接把门拆了吗？”奥利弗里昂安抚道：“小姐，请先冷静下来。小少爷现在一定非常害怕，最好先给他一点时间。”公爵在一旁沉思着，那个孩子恐怕已经精疲力竭，撑不了多久了，绝不能在这里强行破门而入，那样只会让他更加恐惧。如果是姐姐，她会对那个孩子说些什么？公爵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紧闭的大门说道：“我是杰拉德·冯·维恩斯，无论里面是谁，我都会保护你。”佩里多特猛地抬起头，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门缝中透出的那道微光，门锁发出了轻微的转动声。迪亚猛地睁大双眼，屏住呼吸看向前方。佩里多特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后，怯生生地探出头来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与试探。公爵对着佩里多特再次确认道：“我是杰拉德·冯·维恩斯。”佩里多特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，公爵放轻了语调，低声唤道：“佩里多特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他抱起佩里多特，低声说道：“抱歉，我来晚了。”佩里多特闭上双眼，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彻底放松，陷入了沉睡。迪亚泣不成声的感叹：“终于找到你了，佩里多特。”莫妮卡温柔的笑脸在记忆中浮现。公爵在心中默默起誓：“姐姐从现在起，我会守护好你的孩子们。”马林紧握着手中的木剑，在空旷的训练场上用力挥动。塞巴斯管家迈步走近，轻声唤道：“马林小姐。”马林停下动作，有些局促地转过身。塞巴斯管家递上一柄特制的木剑：“今天用这个来练习吧。”马林接过那柄木剑，仔细端详着：“这是你亲手做的吗？”塞巴斯管家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这是年幼的孩子学习剑术时使用的规格。对马林小姐来说，成年人的长剑还是太勉强了。”马林回想起第一天练习时的惨状，他曾试图挥舞骑士用的入门长剑，却因为剑身太重，整个人被惯性带倒在地上。即便他不服输的反复尝试，最终也只是落得个精疲力竭。练习结束后的2天里，马林因为剧烈的肌肉酸痛卧床不起，直到今天才勉强恢复过来。马林撑着木剑，垂头丧气地对塞巴斯管家说道：“收了一个连小孩子都不如的徒弟，你一定很后悔吧？”塞巴斯管家立刻回应：“完全没有。”他竖起大拇指鼓励道：“很久没遇到像您这样积极的学生了，这反而让我充满了干劲。努力总会有回报的，让我们再试一次吧。”马林重新振作精神：“好的，老师。”一名年轻的随从急匆匆地跑进庭院。管家，他气喘吁吁地报告：“公爵大人马上就要到了。”塞巴斯管家有些惊讶：“什么？这么快吗？”马林握紧手中的木剑，心中一阵悸动。他已经到了吗？公爵府的办公室内，奥利弗里昂恭敬地呈上文件报告道：“关于伯爵子女的监护权文件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。”公爵微微点头：“做得好，护卫们应该都妥善安排了吧？”奥利弗里昂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全都是技术精湛且值得信赖的骑士，您不必担心小姐和少爷的安全。不过迪亚小姐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她希望住在别馆，并要求不准任何人进入。”公爵低声说道：“就按他说的做吧。”奥利弗里提醒：“迪亚小姐很快就要举行社交界首秀舞会了，但她拒绝与公爵家以外的任何贵族往来。我们非常担心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社交监护人。除非我们想让迪亚小姐被排挤出贵族社交圈，否则首秀舞会不能再拖延了。为了达成目标，必须尽快确定监护人选，但当事人又排斥外族贵族，实在没有解决办法。”公爵心中暗自思忖：如果我能有一位未婚妻，就可以让她作为监护人出面了。他吩咐道：“先缩小监护人候选名单的范围吧。”奥利弗里昂恭敬地回应：“明白了，等一切整理好后，我会再向您汇报。今天请好好休息。”他推开门，马林正站在门外。奥利弗里昂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马林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在这里？”马林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奥利弗里昂先生，您从南方平安回来了吗？”公爵看着他：“雇员。”马林深吸一口气，从门后探出头：“晚上好，公爵大人。”公爵说道：“距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，先进来吧。”马林轻快地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公爵看着走进房间的马林：“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告诉我是什么事。”马林推着装满物品的小车走近，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不是那样的，我只是想早点过来帮您入睡。您最近一直睡不好，一定很累了吧？我希望大人能睡个好觉，所以除了曼德尔，我还带了很多其他有助于睡眠的东西。”他举起一瓶红酒，提议道：“先来一杯酒怎么样？”公爵看着他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像一只看到主人终于回家而兴奋不已的小狗。”他单手托着下巴，带着调侃的语气问道：“就那么想我吗，雇员？”马林愣在原地，脸颊瞬间长得通红。他支支吾吾地反驳道：“我才没有，我是来工作的。还有，请不要再把人当成小狗对待了。明明离开了那么久，一回来就只会捉弄我。”公爵轻声说道：“听到你的声音，才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回来了。”马林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：“欢迎回来，公爵大人。我要把草药敷在您的眼睛上了。我之前给您的那些草药，用着还习惯吗？”公爵简短地回应道：“习惯。”他抬起手，指尖勾住蒙在眼上的黑色丝带，顺势将其扯了下来。马林有些惊讶：“现在就把眼罩摘掉没关系吗？”公爵微微侧过头：“暂时没关系，可以摘下一会儿。”马林点了点头：“明白了，那我就直接把草药敷在您的眼睛上了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摊开草药，心中暗自思忖：以前他只有在深夜散步时才会摘下眼罩，难道是因为定期服用曼德尔产生了效果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他轻声对公爵说道：“今天我准备的故事是《王子与乞丐》，现在开始为您朗读。”马林捧起书本，清脆悦耳的声音在静谧的办公室内回荡。公爵靠在椅子上，闭着双眼静静聆听。随着故事的展开，公爵的思绪渐渐飘远。他回想起姐姐去世后的那段日子，沉重的悲痛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每当想到姐姐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，他便觉得自己仿佛也坠入了无尽的寒冬之中。但是书页翻动的声响，曼德尔熟悉的香气，以及马林那低沉而温柔的嗓音，让公爵感到一种久违的暖意正悄然回归。马林捧着书本继续读道：“换上乞丐装束的王储对骑士说：‘我是王储。’骑士却嘲笑了他。离开王宫的王储对路边的老者说：‘我是王储。’老者却骂他是骗子，并向他投掷石块。王储别无选择，只能落荒而逃。”公爵听着这段描述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真与假被互换，虚假变成了真实，这种生活就是这样。第二天早上，公爵他神色平静，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。他开口说道：“嫁给我吧，马林，施温茨小姐。”马林整个人僵在原地。“您说什么？”公爵问道。“在公爵府的生活感觉如何？”马林回应道：“
我住得很舒服，感谢您各方面的体贴照顾。公爵微微前倾身体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很喜欢住在这里？马林露出笑容，是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公爵沉默了片刻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，那就成为我的未婚妻吧。”马林愣住了，您说什么？他试图缓解尴尬的气氛。公爵大人，您今天真是格外爱开玩笑，就到此为止吧。要我把报告书拿来读给您听吗？公爵语气平静地问道。你想要什么？马林愣住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您突然问这个事？公爵缓缓开口。马林，施温茨小姐。马林猛地一颤，整个人僵在原位。公爵继续说道：“你隐瞒了贵族身份，以雇员的身份进入公爵府，想必是有什么理由吧？你真的以为能这么轻易的欺骗我吗？”马林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糟糕了，我被识破了。他低下头，避开公爵的视线。对不起，我需要前来照顾生病的母亲，是我错了。公爵反问道。所以，以前入公爵府的原因就是为了钱？马林急忙反驳。那不是潜入，是受雇工作。公爵不依不饶地追问。那么留在我的身边也是为了钱吗？马林有些慌乱。我并不是赖在您身边，我是在协助您工作。公爵微微扬起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深意。那么用那种悦耳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，也是为了钱吗？马林猛地瞪大眼睛。低语？他涨红了脸，大声辩解道。那是因为您讨厌大声说话的人，所以我才一直很小心。公爵听着他的辩解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他平淡地说道：“如果钱真的那么重要，那么跟我结婚就能解决一切。你觉得我该怎么相信这种话？”马林说道：“并不是因为我贪财，只是当时急需用钱才来工作的，仅此而已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让人相信，但如果您能再信任我一次。”他猛地站起身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为您效劳，甚至做好了在这里待上一辈子的觉悟。公爵冷冷地打断了他：“我不需要有人把骨头埋在这里，我需要的是一位未婚妻。”马林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疑惑的惊叹。公爵微微垂下头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我的侄女们很快就要到了，现在有一件必须优先准备的大事，就是迪亚的社交界首秀舞会，还有确保一名监护人。”马林有些困惑地问道：“对于伯爵千金来说，寻找监护人应该不难吧？即便那不是强制性的。”公爵叹了口气：“如果事情真的那么简单，我就不会提出来了。我的侄女拒绝与外族的贵族进行任何接触，而且家族中目前没有成年的女性贵族，寻找监护人的事变得更加困难了。”马林若有所思：“我想他们现在很难向别人敞开心扉吧？”公爵点了点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一位未婚妻。你已经在以特殊的身份协助我了，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？我希望你成为我的未婚妻，并担任迪亚的监护人，顺便监督孩子们的教育。”马林惊讶地问道：“还要兼任家庭教师吗？”公爵解释道：“让舅舅的未婚妻来教导他们，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心，总好过交给外人。如果这项雇佣婚约能顺利执行，我每天会支付你10枚金币。”马林猛地一惊。公爵继续说道：“我认为这份报酬并不算差。”马林点头：“确实如此。”但是公爵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。“那么我就当你接受了，让我们开始准备订婚派对吧。”马林的神情显得有些凝重。伯爵夫人去世还没多久，这种时候举办订婚派对，是不是取消比较好？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订婚派对，更是一个用来保护你侄女们的烟雾弹。你不久前刚失去了姐姐，在这种情况下举办派对，立刻会招来所有贵族的指责和审视。但与此同时，所有敌人的注意力也都会集中在你身上。正因如此，你的侄女们反而会更安全。公爵赞许地回应道：“你很敏锐。派对的日期会定在侄女们抵达的那天，我们会让他们混入人群中，这样就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坐哪辆马车回来的了。即便是最老练的间谍，也很难在那种混乱中锁定他们。”马林露出担忧的神色：“您的侄女们难道不会误解您吗？刚刚失去父母的孩子，如果一抵达就看到如此盛大的派对，他们可能会对您产生怨恨。”公爵说道：“那只会让这场欺敌之计显得更加真实。”马林愣住了，心中泛起一阵涟漪。原来他真的非常珍惜他的侄女们，甚至愿意为了保护他们去承受孩子们的怨恨和敌意。他开口说道：“既然您已经做好了被他们怨恨的觉悟，那么为了不让谎言被拆穿，我也必须演好未婚妻的角色。您觉得我真的能胜任这么重要的任务吗？”“我没有信心。”公爵开口说道：“根据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完全可以处理好这一切，所以不要担心太多。你可能会成为我们敌人的目标，但关于这一点，你也不必担心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保护你。”马林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原本紧绷的肩膀渐渐放松下来，他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。“好的。”清晨的阳光洒在宏伟的公爵府邸上，管家和女仆长并肩走进书房。“公爵大人，早上好。”“马林小姐，这个时间您怎么过来了？”马林站在书架旁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“你们好。”公爵开口说道：“今天叫你们2位过来，是因为1个月后将举办一场宴会。”管家有些惊讶：“1个月后吗？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宴会？”女仆长说道：“我们一定会确保一切完美无瑕，绝不辱没公爵家的名声。”公爵平静地宣布：“是我和马林的订婚宴。”管家微笑回应道：“哈，是这样吗？和马林小姐？”他猛地反应过来，惊叫道：“订婚宴！”他满脸惊愕地看向女仆长：“你也听到了吗？公爵大人刚才说的是订婚。”女仆长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眼神空洞。管家颤抖着伸出手臂：“快掐我一下看看，这是不是在做梦？”女仆长伸出手，狠狠地拧在管家的胳膊上，管家疼得大叫一声：“好痛！看来是真的。”公爵看向身边的马林：“马林也有话想对你们说。”马林深吸一口气：“大家好，请允许我正式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施温茨子爵家的马林。因为一些特殊情况，我之前一直隐瞒了身份，真的很抱歉。”
管家慌忙摆手，依然处于震惊中。他渐渐冷静下来，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。其实我早就猜到您是一位贵族小姐了。当初罗婉娜夫人和您进入公爵府时，您的礼仪举止完全符合贵族的规范。马林微微一愣，您那时候就发现了吗？我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谢谢您当时没有拆穿我。管家轻轻擦拭着眼角，我只是相信您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不过看到两位被命运牵引到一起，甚至像这样订婚了，我真想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宣布出去。女仆长深深鞠了一躬，公爵大人，马林小姐，祝贺你们订婚。马林回应道：“谢谢你们的祝贺。”女仆长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请尽管放心地吩咐我们。”马林有些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我会的。”管家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那么关于邀请函，我们需要发送到什么范围？”公爵双手交叠，抵住下巴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所有西方的贵族。管家惊得瞪大了眼睛，手中的帕子险些掉在地上。全部吗？马林垂下眼帘，原本还在担心，但幸好他们理解了我隐瞒身份的原因。虽然紧接着又编了一个新的谎言。公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马林回过神，是的，杰拉德吩咐道，明天中午准备好出门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们需要在公开场合露面，先去上次定做礼服的那家店。马林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我们的第一次约会。公爵微微一怔，重复着那个词，约会。他低下头，手抵在唇边，原来这算是一次约会。马林看着他，有些局促地站在桌前。公爵抬起头，嘴角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没错，这就是约会。马林愣愣地看着他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心情这么好？他这么喜欢约会这个词吗？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有些为难地开口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正如您所知，我没法坐马车，我可以先骑马过去，然后在礼服店和您会合吗？公爵侧过头，坐马车对你来说有那么困难吗？马林垂下眼帘，低声解释道，当我坐在封闭的马车里时，总觉得像是被困住了，那让我感到非常害怕。公爵平静地回应道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，你先出发。马林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明亮的笑容。好的，那我们明天在店里见。第二天，礼服店的门铃清脆地响起，设计师听到动静转过身来，欢迎光临。他惊喜地叫出声来，天哪，马林小姐。马林走进店内，礼貌地打招呼，你好，设计师。设计师快步迎了上来，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如果您有需要，尽管传唤我们去公爵府就行了。马林有些急切地说道，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礼服需要拜托你。设计师显得有些惊讶，我已经在为您制作礼服了，难道还要再加一件吗？马林认真地叮嘱道，是的，请先暂停之前那些裙子的进度，优先开始制作我今天要求的这一件。1个月内能办到吗？设计师露出为难的神色，天哪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礼服让您如此急切地提出要求？马林微微一怔，脸颊泛起一抹红晕，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，其实是……还没等马林把话说完，礼服店的大门被人猛地撞开，发出一声巨响。马林吓了一跳，惊愕地转过头去，一名穿着华丽棕色长裙的贵妇人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她环顾四周，大声呵斥，这里的负责人是谁？设计师低声对马林说道，马林小姐，请稍等片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换上职业的微笑，迎上前去，您好，我就是这家店的设计师，请问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贵妇人猛地甩开手中的一件礼服，你自己看看这件衣服，我美丽的女儿穿着这件衣服去参加茶话会，结果她突然裂开了，让她丢尽了脸。你们做衣服的时候到底有多不留神？你打算怎么负责？设计师冷静地走上前，弯腰检查那件散落在地上的裙子，裂口边缘异常整齐，这看起来不像是穿着时撑破的，倒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故意割开的。他直起身子，我并不记得把这件衣服卖给你过，我记得当时建议过你，说这件衣服不适合你，后来是你的朋友买走了它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穿它？年轻女孩理直气壮地辩解道，我是从那个朋友手里买过来的，那它就是我的了。设计师沉默片刻，语气冷淡地回应道，我确实没有把这件衣服卖给你，不过既然你穿了我的作品，我也只能把你当做顾客来看待。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？年轻女孩抬起手，指向店内展示架上的一件华丽礼服，把那件衣服给我。设计师猛地转过头，那是……马林顺着视线看过去，心中一惊，那不是我委托制作的裙子吗？店员在一旁局促不安地绞着手指，低声回应道，是的。年轻女孩傲慢地说道，一件裙子当然不够弥补我受到的惊吓，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就大发慈悲做个让步，只要把那件裙子给我就行了。设计师双臂环抱在胸前，眼神冰冷地拒绝道，夫人很抱歉，我唯一能给您的补偿只有您带来的那件旧裙子的原价。贵妇人顿时火冒三丈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索兰·阿特奇伯爵夫人，你是不想在这里继续做生意了吗？年轻女孩假装大度地劝道，算了吧母亲，既然我们这么慷慨，就直接拿走那件裙子结束这件事吧。贵妇人感叹道，我的女儿真是太善良了。设计师丝毫不为所动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，那可不行，那件礼服已经有人预定了，我不能把它给您，正如我刚才所言，我能提供的只有退款。贵妇人气急败坏地叫嚷起来，那就去联系那个预定的人，让他取消掉。马林迈步走上前去，请等一下。伯爵夫人猛地转过头，你又是谁？没看见我们正在说话吗？马林神色平静地迎上对方的视线，我就是预定了那件礼服的人，我完全没有要把这件礼服让给别人的打算，正如设计师刚才所说，请接受那件旧裙子的原价赔偿，然后离开这里。伯爵夫人猛地指向马林，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马林微微躬身，向您致意，伯爵夫人，我是来自施温茨子爵领的马林。设计师愣在原地，施温茨。
伯爵夫人露出轻蔑的笑容，那种名号的子爵家真的存在吗？女儿，你听说过吗？年轻女子嘲讽道：“那种微不足道的贵族多如牛毛，我当然没听说过。”马林沉默地注视着他们，眼神逐渐变得冰冷。他看向设计师，那件弄坏的礼服多少钱？设计师低声回答：“是5金币。”马林接着问道：“那我身上这件呢？”设计师挺起胸膛，神色自豪地回应道：“这件是50金币，因为我使用了最顶级的面料。”马林猛地愣住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件衣服真的要50金币吗？难怪奥利弗·里昂之前一直不肯给我看价格标签。伯爵夫人听到价格后勃然大怒，这是什么荒唐的价格？在这种破烂小店里，这种货色竟然要50金币！马林平复了心情，神色淡然地看向伯爵夫人：“是的，我确实付了50金币。”他微微欠身，语气平静却带着锋芒：“所以只要您补齐45金币的差价，我就把这件礼服让给您。作为名门望族的伯爵夫人，这笔钱对您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？”伯爵夫人气得满脸通红：“什么？少撒谎了！你这种落魄贵族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”店门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，公爵拄着手杖缓步走进店内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真是吵闹！是谁竟敢在这里对我的未婚妻大声喧哗？”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瞬间僵住，他们颤抖着提起裙摆行礼：“公爵大人，向您致意。”伯爵夫人低着头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：“难道是我听错了吗？公爵大人刚才竟然称呼那个女人为未婚妻。”公爵没有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向马林。他停在马林身边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：“为什么你所到之处总是这么吵闹？”马林轻声回应道：“这次可不是我惹出来的麻烦。”公爵低声说道：“你总是这么说。”马林有些局促地辩解道：“这次是真的，那2个人非要抢走我的礼服。”公爵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，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，绝不允许，竟敢对我的未婚妻做出这种事！伯爵夫人吓得浑身瘫软，这下糟了，我们竟然惹到了公爵的未婚妻。他猛地转过头，拉起女儿的手：“阿曼达，快走！”阿曼达一脸不甘心：“我们还没拿到那件礼服。”伯爵夫人厉声喝断道：“我说了快走！”阿曼达吓得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多言。伯爵夫人颤抖着向公爵行礼：“公爵大人，我们先告辞了。”设计师走上前：“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带2位去接待室。”马林淡淡的回应：“知道了。”他转过身看向公爵：“公爵大人，如果您从这边走的话。”公爵突然伸出手挽着我，像是一对正在约会的情侣。他微微低头，凑近马林的耳畔：“我们要开始了吗？”马林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突然要挽着手臂，这个距离实在太近了。公爵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：“这样的话，你就不需要一直告诉我方向了。走吧。”夕阳染红了天际，枫叶在晚霞中显得格外鲜红。马林一脸疲惫地走在路上，好累。他回想起刚才在店里的情景，设计师兴奋地围着他们转个不停。“恭喜2位订婚，请不用担心礼服的事。”公爵语气平淡地补充：“预算设为最高上限。”在那之后，设计师就像不知疲倦一般，不断地拿出礼服设计稿让马林挑选。他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，流言很快就会传开吧。从店里走出来的这一路上，总觉得有无数视线落在我们身上。公爵察觉到他的异样，轻声问道：“很累吗？”马林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这种程度的关注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。”夕阳将湖面映照得波光粼粼，马林望着眼前的景色发出感叹。他快步走到围栏边，公园里竟然有个湖。公爵回应：“是亨德雷戈湖。”马林侧过头问道：“你以前来过这里吗？”公爵回答道：“小时候来过一次，是和姐姐一起来的。”马林有些慌乱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问了个无意义的问题。”公爵说道：“没什么好道歉的，即使他不在了，我依然记得他。”微风拂过林间，枫叶沙沙作响。马林轻声感叹道：“真是遗憾，您的眼睛受伤了，不得不把那么美丽的颜色藏起来。”公爵俯下身：“你又在试图诱惑我吗？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？”马林被这突如其来的亲近弄得满脸通红，太近了。他有些羞恼地反驳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诱惑过您了？如果您总是这样误解我的意图，我会很困扰的。”公爵发出一声轻笑，随后放声大笑起来。马林愣愣地看着他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爵如此开怀大笑，原来他也是个能笑得这么舒心的人。公爵收敛了笑声，语气温柔地说道：“如果我的同色能让未婚妻感到愉悦，或许从现在起我应该多展示给你看。”马林猛地一惊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公爵说道：“我的眼睛比以前好多了，即便别人指指点点，称那是怪物的颜色，也已经无所谓了。”马林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听到您好转的消息，我真的非常高兴。”公爵站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嘴角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：“既然名义上我是你的未婚夫，你是不是至少该直接称呼我的名字？”马林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直呼公爵大人的名字吗？马林显得有些局促：“我怎么敢直呼您的名讳？”公爵带着笑意回应道：“我不会因为一个称呼就处决你，所以叫我的名字吧。”马林沉默了片刻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喊道：“杰拉德！”杰拉德看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我从未想过能从你的声音里听到我的名字。”罗婉娜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和公爵订婚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马林赶忙递上一杯水：“妈妈，请先冷静下来，喝点水。”罗婉娜接过水杯，神情依然恍惚。马林说道：“你一定也被吓到了吧？”罗婉娜将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，忧心忡忡地问道：“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吗？”马林肯定地回答：“他知道，而且他也完全理解我的处境。我很擅长阅读报告，而且公爵助理的工作我也处理得很好，所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。”马林猛地捂住通红的脸颊，声音变得越来越小：“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了。”罗婉娜惊讶地捂住嘴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天哪！
马林继续编织着谎言。他说这次去南方出差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念我。他还对我说：“马林，我好想你。”然后订婚的话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。罗婉娜伸出手，轻轻覆盖在马林的手背上。那么你呢？你爱公爵大人吗？马林愣住了，他在心里默默想着。起初我只是想置身事外，尽量不与这些原著角色产生纠葛。可随着留在杰拉德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开始感到担忧，开始变得在意。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轻易牵动我的心弦。马林坚定地说道：“我想是的，我爱他。”他依偎在母亲的肩头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所以，我希望您能给予我们祝福。母亲轻声叹了口气，抚摸着马林的脸颊。好吧，马林，我的女儿，去追随你的心吧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。马林轻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，妈妈。”沉重的书本叠放在桌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马林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女仆长面无表情地展示着手中的图册。这些是筹备宴会的目录，这是桌布目录，这是宴会食物目录，还有这一本是……马林惊恐地打断了他：“等一下，这些全部都要由我来选吗？”女仆长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毕竟这是订婚宴，小姐您的意见至关重要。”马林向坐在一旁的母亲投去求助的目光：“救救我！”母亲微笑着看向他：“你才是这场宴会的主角啊！如果由我来代选，那成什么样子了？”马林满脸愁容：“我连礼服都还没选好，而且我以前从来没有举办过宴会的经验，就帮我这一次吧，我会坐在一旁好好学习的。”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就这一次。”马林瞬间恢复了活力，兴奋地喊道：“真的吗？那一切就拜托您了。”他像一阵风似的溜出了房间。母亲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轻声唤道：“马林。”马林独自走在长廊上，心中暗自感叹，这甚至还不是正式的婚礼，仅仅是订婚宴就已经这么难应付了。光是看着那些目录就让我头晕目眩，我还是先逃跑一会儿吧。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等他回过神来时，发现自己竟然停在了一扇熟悉的雕花大门前。他愣住了，有些不知所措的看着眼前的门扉。我只是在胡思乱想，结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每天都会来的地方。马林猛地转过身，趁没人发现，赶紧离开吧。就在这时，门内传来了杰拉德公爵的声音：“进来吧。”马林推开沉重的木门，探出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打扰了。”杰拉德公爵正靠在椅背上喝茶。“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过你最近会很忙，这段时间不必过来了吗？”马林低声解释道：“我是在逃跑，结果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。”杰拉德公爵微微侧过头，目光落在他身上。“逃跑？躲谁？”马林哀叹道：“躲那些宴会筹备工作，目录像山一样堆过来，简直要把我淹没了。”公爵问道：“既然是逃跑，为什么要跑到我这里来？”马林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因为您是公爵领地里最强大的人呀，谁也不会想到我会躲在您这里吧？”杰拉德公爵听后，嘴角勾起一抹从容的笑意。他单手托着脸颊，有个这么强大的未婚夫，确实很让人安心。马林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他慌乱地摆着手：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没必要这么称呼吧？”杰拉德公爵从座位上站起身，缓步走向马林：“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的演技可不太好，为了不穿帮，每天练习一下不是更好吗？”马林双手抵在杰拉德胸前：“这种练习对我的心脏实在太糟糕了。”马林拉开一点距离，他小声哀求道：“我会更加努力的，所以今天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”公爵直起身子，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追问：“那我能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吗？”马林急忙转过头去，避开他的视线：“我可没说你能期待什么。”他眨了眨眼，目光落在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上，看来报告书又堆起来了。公爵提议：“既然我们都在这儿，不如先处理一些临时任务。”马林立刻打起精神，握紧拳头回应道：“好啊，听起来不错。”公爵看着他判若两人的样子，轻声说道：“和刚才相比，你现在的声音听起来可真开朗。”马林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人在熟悉的环境里，自然会觉得安心嘛。那么我现在就开始看报告了。杰拉德伸出手，等一下，在那之前，我是不是该尝试一下很久没做过的事了？马林猛地一惊，就算你检查，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。公爵握住马林的手腕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完美契合呢？马林有些局促地缩了缩脖子，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无论吃多少，这大概就是我的极限了。公爵反驳道：“你还能再再努力一点吧？”房门被重重地撞开，灵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他大声质问道：“听说你要订婚了，这是真的吗？”他看着屋内的两人，整个人陷入了混乱。“你们刚才到底在做什么？”公爵紧紧握住马林的手，他神色从容地看向林：“她是我的未婚妻，出现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林彻底惊呆了，他不敢置信地大吼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马林深吸一口气：“事情就是这样，请允许我重新自我介绍一次，我是马林·施温茨。”林看着他，若有所思地回应：“所以你终究还是个贵族啊？”马林有些局促地低下头：“抱歉，我之前欺骗了你。”林语气平静：“没关系，其实我也一直在欺骗你。”他抬起手，指尖轻轻抵住下唇：“其实我就是林，我可以通过炼金术改变自己的外貌年龄。”他牵起马林的手，让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：“我是林，一名炼金术师，也是北方的公爵林米安·罗德尔·桑特。”杰拉德公爵冷冷地问道：“所以代价是什么？”林转过头，神色轻松地回应：“这仅仅是一个自我介绍而已，代价肯定就是你吧？”马林竟然要订婚了。他转头看向马林，一脸严肃地叮嘱道：“听好了，如果你被这家伙威胁了，就直接在他面前晃晃这根胡萝卜，我会帮你的。”马林摆了摆手：“不是那样的。”林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：“骗子！既然如此。”他突然注意到马林空荡荡的手指，惊叫出声：“竟然连订婚戒指都没有！”
他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，指着沉默不语的杰拉德质问道：“你甚至根本没有求婚，对吧？”他越说越起劲，对着马林劝说道：“你居然要跟一个连基本流程都不懂的人订婚？”他露出自信的笑容，对着马林眨了眨眼：“不如干脆来当我的弟子吧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”杰拉德面色阴沉，凯伊立刻出现在他身后：“遵命，主人。”杰拉德语气冰冷的命令道：“把那个东西扔了。”凯伊点头，明白了，灵猛地转过身，大步朝门口走去。够了，我自己会走。大门被狠狠关上，房间里重新恢复了寂静。杰拉德单手托着下巴，他低声的喃道：“戒指吗？”宏伟的公爵府邸内，鲁诺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前来，他微微躬身行礼道：“向您致敬，公爵大人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已经挑选了100枚用顶级材料打造的戒指。”马林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戒指，惊讶的捂住了嘴巴，它们真的太漂亮了。杰拉德侧过头问道：“你有喜欢的吗？”马林有些迟疑的回应道：“这个嘛。”他在心中暗暗提醒自己，别忘了，现在必须表现得像是在热恋中一样。他立刻换上一副娇羞的神情，用甜的发腻的声音说道：“这里的宝石实在太多了，我根本选不出来。英俊的杰拉德，您能帮我挑一个吗？”房间内陷入了沉默，马林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糟糕，公爵根本看不见，怎么可能帮我选戒指呢？杰拉德忍不住轻笑出声，他掩着嘴调侃道：“虽然我确实很英俊，但要帮这个忙恐怕有点困难，毕竟我看不见。”马林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杰拉德看向鲁诺：“你能推荐一款适合我未婚妻的戒指吗？”鲁诺连忙应声：“您看这款如何？”他打开一个精致的丝绒首饰盒，这是一枚由海蓝宝石打造的戒指，设计清新脱俗，甚至能让人联想到阵阵幽香。当我听到您未婚妻的名字时，脑海中立刻就浮现出了这枚戒指。马林双手接过首饰盒，低头凝视着那颗澄澈的宝石，发出一声轻叹。鲁诺见他神色异样，有些局促地问道：“您不喜欢吗？需要为您换另一枚戒指吗？”马林轻声回应道：“它很可爱，只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母亲非常喜欢这种宝石，我那过世的父亲以前经常送这种宝石给她。”杰拉德微微侧过头：“那就用它作为你的订婚戒指吧，使用你父母喜爱的宝石作为见证，会更有意义。”马林垂下眼帘，轻声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杰拉德伸出手，温和地说道：“马林，把手给我。”马林迟疑了一下，慢慢将手搭在他的掌心。在这里，虽然明知道这只是一场契约式的订婚，但我的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，仿佛要炸裂开来一般。杰拉德握住他的手，动作轻柔而专注，将那枚戒指缓缓推入马林的无名指。马林看着指尖闪烁的宝石，真漂亮，但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这枚戒指的分量沉甸甸的。他看向杰拉德，非常感谢您。他心中默默祈祷，真心希望这场契约订婚能够顺利进行。花园里的茶会正进行到热闹处，几位名媛聚在一起，低声议论着最近传遍社交界的传闻：杰拉德公爵大人竟然订婚了。老实说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另一位名媛凑近了一些：“我也听说了，据说公爵大人为了他的未婚妻，竟然买下了整间珠宝店。大家都说他们两人正陷入热恋，甚至到了公私不分的程度。天哪，我一直以为公爵大人永远都不会结婚呢。”坐在对面的年轻小姐忍不住笑出声来：“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也要考虑一下公爵大人的年纪啊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以为他会一直是我们永恒的公爵大人，毕竟他是一位如此非凡的男人。”他转过头看向一直保持沉默的同伴：“你说对吧，苏珊小姐？”苏珊优雅地端坐着，神情显得格外平静。从现在起，他将不再属于我们大家，而是成为了某个人独有的公爵大人了。苏珊对公爵的痴迷，在社交界人尽皆知，甚至曾传出他潜入公爵卧室的荒唐流言。在座的名媛们本以为他听到婚讯会当场崩溃大哭，甚至掀翻茶几，怒吼着：“那个女人怎么敢抢走我的公爵？”然而，苏珊此刻的冷静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一时间陷入了沉默。一位名媛打破僵局：“话说回来，有人真的见过那位未婚妻吗？”苏珊叹了口气，似乎没人真正认识她。另一位名媛补充道：“我听说她只是个男爵的女儿，以前几乎从不参加贵族夫人们的聚会。”克里斯汀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众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克里斯汀身上。“真的吗？那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”克里斯汀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那个女人是那种为了谋取利益，不择手段去勾引男人的类型。”苏珊看向克里斯汀：“克里斯汀小姐，能不能请你再多讲讲关于那个女人的故事？”与此同时，铁教铺的烟囱正冒着热气。苏伦站在炉火旁，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您是想让我打造一辆马车吗？我本以为这辈子只会打造些别的什么，而不是像我这样的铁匠去接马车的活计。如果非要我做的话，我也能做出来，但去委托专门的马车，行不是更好吗？”公爵说道：“我想要一辆感觉不像马车的马车。”苏伦听得一头雾水：“您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说温热的冰茶一样矛盾，请您详细说明一下。”公爵描述着他的构想：内部绝对不能有任何晃动，即使坐在车厢里，也要感觉像是在室外一样。我不希望它是那种四面都被完全封闭的结构，就像是一辆用玻璃打造的马车。苏伦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那样外面的人不是能把车厢内部看得一清二楚吗？”公爵解释道：“关于这1.0会进行炼金处理，让外面的人无法窥视内部。”林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我真没想过这辈子还要挑战这种东西。”苏伦皱起眉头：“那可不是唯一的问题。无论玻璃有多坚固，一旦被木头或石头刮擦，瞬间就会碎成粉末。”公爵语气平静地问道：“如果不用玻璃，改用钻石呢？”苏伦惊得整个人跳了起来：“
您刚才说的是钻石吗？在我的家乡，就连皇帝居住的地方，也只不过是座金色的宫殿，而您竟然想用比黄金贵上好几倍的东西来造马车，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我记得听人说过一次。林站在一旁，无奈地提醒道：“挥金如土。”苏伦恍然大悟，他竖起大拇指：“是的，挥金如土。公爵大人，您真是把挥金如土这4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啊！”公爵陷入了沉默。苏伦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毕竟我是外国人，帝国语学起来还是挺难的。”林捂着嘴，拼命憋笑：“你形容得很到位。”苏伦挠了挠头，还是有些不解的。不过，您究竟为什么要造这种奇怪的马车呢？公爵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温柔的弧度。是为了我的未婚妻。苏伦张大了嘴巴。那我是不是该把这种行为称作为爱疯狂？他越想越觉得有趣，金钱的疯狂加上爱情的疯狂，这就是双重疯狂。林再也忍不住了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。没错，就是双重疯狂。他拍着苏伦的肩膀说道：“你真是太有意思了。”苏伦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：“我是最好的吗？”林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是的，你是最好的。不过你来帝国都多久了？为什么还是发不出 S 的音？”苏伦有些委屈的撇了撇嘴：“那个音真的很准发吗？”一只信鸽振翅高飞，掠过湛蓝的天空，腿上系着一封紧密封存的信件。它飞过层层云霭，最终降落在宏伟的帝国皇宫上方。皇帝莱昂海姆坐在高耸的皇位上，西部的公爵竟然要订婚了，你对此怎么看？老臣微微躬身，神情肃穆地回答：“陛下，臣怀疑这与阿德里安伯爵夫人的去世有关。”莱昂海姆冷哼一声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鸷。那个女人曾是个相当好用的棋子，看来是我之前把局势想得太简单了。老臣继续分析道：“既然他只留下了一个儿子，想要将公爵头衔传给侄子，就变得困难重重。公爵一定是决定亲自培养一个继承人，所以才急于订婚。”莱昂海姆微微侧过头，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杀意。原本西部公爵应该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才对，去查查那个未婚妻。老臣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遵命，陛下。”莱昂海姆的眼神中透着冰冷的审视，我需要看看他究竟只是个装点门面的花瓶，还是一个值得利用的筹码。尤利亚轻轻摇晃着熟睡中的马林，小姐快醒醒！马林含糊地嘟囔着。尤利亚，再让我睡一会儿。尤利亚一脸焦急，那可不行，小姐，您必须得起床准备订婚派对才行。马林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对哦，尤利亚攥紧拳头，整个人燃起了斗志。请去沐浴吧，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玫瑰水。马林看着干劲十足的尤利亚，他的眼睛里简直在冒火呀。尤利亚为马林擦拭身体，小姐味道是不是很好闻？马林闭着眼睛，从黎明开始就泡在玫瑰花瓣中，真是奢侈啊！几名侍女围着马林忙碌起来。设计师说道：“为了今天，我们请来了最优秀的专家。”马林有些晕乎乎的说道：“我在转圈圈。”设计师继续说道：“马上就要完成了，请闭上眼睛。”马林有些不安地问道：“看起来奇怪吗？”设计师为马林整理礼服：“怎么会呢？也不看看这是谁的手艺。”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现在再加上这个。装扮终于完成了。马林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有些不敢置信的轻声问道：“这是谁？”设计师掩嘴轻笑：“您在开玩笑吗？”尤利亚由衷的赞叹道：“小姐，您真的太漂亮了。”马林转过头看向设计师：“非常感谢您准备的礼服和妆容，真的太美了。”设计师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不用谢我，我可是未来公爵夫人的专属设计师啊。”尤利亚走上前：“那么，小姐，我们要去休息室了吗？公爵大人正在那里等着您呢。”马林点了点头：“好的。”林赞叹道：“亲爱的，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美。”马林有些羞涩的回应：“你比我还要漂亮呢。”林轻咳一声，没必要陈述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。马林看向杰拉德，而且你今天看起来也非常英俊。杰拉德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握紧了手中的手杖。他伸出手说道：“马林。”马林快步走上前，将手搭在杰拉德的手心。“是的，杰拉德。”林目睹了这一幕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发出一声不满的冷哼，脸上写满了不悦。“别在我面前演戏了好吗？反正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。”杰拉德微微侧过头，冷淡的回应道：“你还在说那种话吗？”林嘲讽的反问道：“难道我至少应该假装被骗到吗？”马林焦急的劝阻：“请两位不要吵架。”杰拉德不屑的撇过脸：“我才不会和这种让人疲惫的家伙吵架。”林针锋相对的回应：“我也不会和这种毫无感情的家伙吵架。”马林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：“两位都停下吧，我们是不是该去大厅了？”三人穿过华丽的长廊，杰拉德突然伸出手，紧紧握住了马林的手。马林有些惊讶：“杰拉德，为什么突然牵我的手？”杰拉德平静的回答道：“你看起来走路很吃力。”马林愣了一下：“我确实感到脚踝有些酸痛，因为太久没穿高跟鞋了。”他心中暗暗感叹：公爵是怎么知道的？他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看来我永远也瞒不过你呢。”杰拉德。夜幕降临，公爵府邸灯火通明，订婚派对在大厅拉开序幕。宾客们手持酒杯，在大厅内交头接耳。一位贵妇人惊讶地问道：“天哪，你们看到了吗？”另一位宾客回应道：“你是说入口处的那一幕吧？”几位名媛聚在一起，兴奋地讨论着宴会的奢华。那些叠成塔的香槟杯全都是奥哈拉的作品，还有这部里亚葡萄酒。传闻这种酒现在已经很难弄到了。墙上挂着的那幅名画，难道不是塞里恩斯的作品吗？一名女士感叹道：“真是场奢华的派对，公爵大人一定非常疼爱他的未婚妻。”摇着扇子回应道：“说到那位未婚妻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传闻？”宴会厅内突然响起洪亮的声音：“请大家注意！”众人纷纷停下交谈，望向大厅上方。
司仪高声宣布，杰拉德·冯·维恩斯公爵大人以及他的未婚妻玛琳·施温茨小姐入场。杰拉德站在台阶上，向众人介绍：“这位是我的未婚妻玛琳·施温茨，她对我而言非常珍贵，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像对待我一样对待她。”玛琳优雅地提起裙摆行礼：“我是施温茨子爵家的玛琳，感谢各位的到来，请大家尽情享受这场宴会。”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。玛琳垂下肩膀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快累死了。”宾客们不断涌上前来：“公爵大人，恭喜您订婚！玛琳小姐，祝贺你们！”玛琳维持着僵硬的笑容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大家。”人群依然热情不减。公爵大人，请也接受我们的问候吧。玛琳独自走到长餐桌旁，不停地打招呼和微笑，实在太辛苦了，我得安静地休息一下。就在这时，她的肚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叫声。玛琳猛地一惊，为了准备派对，一整天什么都没吃。她有些纠结地环顾四周，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吃东西确实不太礼貌。她悄悄伸出手，只要偷偷吃的话，应该没关系吧。她用折扇遮住脸，满足地咀嚼着，真好吃。她意犹未尽地看向另一盘点心，要不要也尝尝那个呢？不远处，几名贵族女子正冷冷地注视着她。苏珊用折扇半遮住脸，眼神中充满了嫉妒与阴冷。那种低贱的女人竟然抢走了公爵大人身边的位置。那个人是一个男人，径直朝玛琳的方向走去。周围的宾客开始窃窃私语，他为什么会往那边走？看起来他似乎对公爵大人的未婚妻很感兴趣呢。克里斯汀沉默地注视着那个男人，眼神中充满了警惕与敌意，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。苏珊带着挑衅的笑意说道：“克里斯汀小姐，你上次提到过吧？说公爵大人的未婚妻是个为了利益勾引男人的女人。”他递过一杯红酒，拿着这个，这是你之后可能会需要的东西。克里斯汀迟疑地接过酒杯，这是……苏珊压低声音诱导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为了你的幸福。撕下那个邪恶女人的面具，难道你不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吗？”他露出一抹阴冷的微笑：“只要按照我说的做，那个抢走你一切的女人就会彻底消失。”